我穿越这方世间17年，觉醒了词条抽取系统，本以为可以开挂走上人生巅峰，却活成了连饭都吃不饱的码头苦力，每天扛大包，累死累活才得一碗稀粥，那粥比河水还清，能当镜子照。今天又是抽取词条的日子，我呼叫出系统，系统提示道，距离下次词条抽取还有2.5小时。当前装备词条，三角肌发达，白，让你的肩膀力量提升少许，方便扛货。抗饿，白，能减少饿肚子的不适。超瘦的痛觉，白，让你疼痛感降低，这样挨打的时候舒服一点。还有一堆没装备的白色词条，脑袋尖尖，白，护食，白，爱吃鸡蛋，白。这系统有2个小问题：第一，冷却时间长，1年只能抽1次；第二，出货率极低，最低级的白色词条高达99%，严重污染牌库。修炼5道，提升境界，可以提升高品质词条的概率，可是我没有根骨，修炼不了5道。开局就2头堵，要不给我重开吧。陈毅还敢偷懒，找打呀！有超瘦的痛觉，一点也不痛，但伤还是伤了的。距离下次抽取词条还有2分半钟，童子你给力点啊！好词条的概率确实低，但是墨菲定律你知道吗？让我欧一次吧。回想过去的18年，我出生在白云县洛丁村的一户农民家中，虽无大富大贵，但至少吃喝没有大问题，在封建社会算可以了。直到3个月前，一伙神秘人杀进村庄，洛丁村惨遭屠戮，鸡犬不留。我能活下来，多亏了智商250的守村人大春拉着我跳进了流经村子的清河。河水湍急，我们拼命挣扎，很快便体力耗尽，失去了意识，被水流一路冲到了下游的清河县，幸运的被一名渔民救起。黑石帮救了你们，为了答谢救命之恩，你们决定给我们做立功，每日管1顿饭即可。卖身契是没看清楚的，手印是被强行按上去的。黑石帮的哥们儿是热情好客的，麻袋是当场就扛上的。就这样，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何大春在清河县城的码头上扛了3个月沙包。思绪翻飞间，终于词条抽取的倒计时结束了。词条抽取系统启动，一张只有我看得见的羊皮卷浮现。无数个光点在其中游荡，好似一团星系，所有的光点都在做着无规则的高速移动。光团大体上是白色的，如果仔细看，能看见绿色、金色的光点，甚至那一抹极其微弱的冷彩。这些光点就是词条，颜色则代表着品质。欧皇，赐我力量吧！我一把按了下去，这一刻，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了起来，一个全新的词条出现，自动落入我的手心，七色红光绚烂夺目，即便闭着双眼，我也感觉瞳孔在灼烧。冷彩神话词条模拟器，如你所见，你拥有了模拟器的外挂。模拟中，你可以对模拟进程进行适度干预，且每年可以进行1次词条抽取。模拟结束后，继承全部词条、技艺、境界、功法、技艺。开始模拟吧，骚年。穿越前，我也是老书虫了，还饱览过各种漫剧，对模拟器什么的熟得很。从这个描述来看，只要我在模拟里活得够久，等于多了很多次抽词条的机会，变相提高了出货率。有了模拟器，别说逃离黑石帮，干翻黑石帮都轻轻松松。压榨我和大春的黑石帮，还有杀我亲人的一伙人，洗干净脖子等着吧，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算账了。模拟启动，模拟启动。洛丁村遭遇惨案，家乡被屠，亲人俱亡。你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，在大春的灵机一动之下，他拉着你跳河逃生。昏迷中，你们漂流到了清河县城界内，被黑石帮的人捡到，被迫在他们管理的码头上做苦力。在黑石帮的鞭子下，你和一众苦力宛如行尸走肉，不知明日在何方。第1年，18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浪里小白条，白，水性变强，游泳水平提升至国家运动员级别。是否调整词条？模拟中只能在每年抽取词条时才会弹出该选项。模拟暂停了，再等我做出选择。第1年也算1年吗？毫无疑问，这个词条需要带上。自己就在河边，水性好，肯定没坏处。你用浪里小白条替换了奈厄。你意识到自己开始模拟了，你很想为所欲为一番，但是目前实力低微，而且处境堪忧，不作非为容易作死。你按捺住了内心的躁动，你知道必须在模拟中多活一段时间，这样才能抽取更多的词条。快点，今天还有3船货，干不完3天不给饭。监工的鞭子声让一众苦力直发抖，你表面佯装害怕，内心已经在盘算着，等自己强大以后，用几种方法弄死这群混蛋。入夜，你刚准备休息，却听见工头王强的声音：来3个人，有个美差，有好事。你才不信，你装睡。别装了，你刚才还在河边尿尿，我看见了。无奈，你只能起身走过去，不然王强肯定揍你一顿，然后让你做美差。
王强笑嘻嘻对你们3个苦力说道：“天一亮会有人带你们去清河下游十里亭给河神送饭，事成之后你们可以去怡红院爽3天。是给河神送饭，还是把这3个人送去给河神当饭？人都没了，还去什么怡红院？你听一些老苦力说过，这清河里有只河妖，喜欢吃人，每次引饭了就兴风作浪，好弄翻船只。后来黑石帮来了，河妖作浪的事就少了很多。老人们都觉得是黑石帮和河妖达成了约定，每个月主动送几个人下去给他吃，让他不要影响曹运。你心中暗骂，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晚就逃。后半夜，当所有人都沉沉睡去的时候，你纵身一跃，跳入水中。你要游到对岸。清河河水湍急，之前你绝不会用这个方法逃，因为肯定会被追到或立即被淹死。但是现在你有浪里小白条词条，可以搏一搏，反正留在这里也活不到明晚了。你在水中使劲扑腾，游泳技术果然大大提升，就这样游到对岸，完全没问题。我要免费了。听到水花的声音，黑石帮的人被惊动。王强冷哼一声，看看是你游得快，还是我的船快。王强带人上船，正要拔锚开船，岸边忽然火光冲天，着火了！大春将码头上用于照明的火盆泼到了还没运走的一堆货物上，大火瞬间烧了起来。王强也顾不上追你了，赶紧带人打水救火。火光中，你隐约看见一群黑石帮的帮众骂骂咧咧地抓着砍刀扑向了大春，血溅五步。我退出模拟，看向一旁的大春，他这会儿因为吃不饱，正蹲在地上看着别人碗里的稀粥流口水。他可能智商不高，但有情有义，日后若有能力逃出黑石帮，一定把大春带上。河水搅动，来不及为大春的死而悲伤，不能让他的牺牲没有意义。你要活下去，活到能有修炼机缘的那天，再将模拟中的修为继承出去，让现实中的你和大春逃离黑石帮的压榨。你拼尽全身力气，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游到了对岸。老天保佑，河里那条河神也好，河妖也罢，没有出现。也许他已经得到黑石帮的消息，正在下游那个神秘出仓口等着，所以没注意到上游这边的情况。上岸后，你面临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抉择：一、去投靠白云县城的三姐；二、荒野流浪，躲进深山老林；三、游回去。请做出选择。模拟再次暂停，等待我对后续进程做出决定。我考虑了一下，选项3是来搞笑的，直接淘汰。投靠三姐还是狗在野外呢？我其实有3个兄弟姐妹，大哥、二姐在我8岁那年去山上采摘失踪了，至今杳无音信；三姐在我15岁那年嫁到了白云县城。我记得三姐夫是一名武者，去投靠三姐的话，应该能接触到武道，兴许能问问怎么获得根骨，或者没有根骨能不能修炼。我选择一。你选择了投靠三姐。漆黑的夜，冰冷的风，你在山林里狂奔。你要去白云县城投靠你的三姐。白云县紧挨着清河县，2个县城相距不算太远，你知道大概的方向。10几天后，你一路逃命，远离黑石帮的追捕。你靠着野果和野味果腹，偶尔路过村庄就去村子里偷点粮食，差点被村民当成野人抓住。再翻过一座山，就到白云县城了。忽然，一群人影从林子里窜出，堵住你的去路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熟悉的开场白，你遭遇山贼了，领头的还是个女山贼，膀大腰圆，4层下巴，满脸横肉，一看吨位就知道是个高手。女侠，你知道山贼都是图财，没钱他们应该不会为难。不过你长得挺倔，我前夫刚死，你来的正好，把他带走。你被山贼们五花大绑扛到了山上，不是哪家山贼劫男人色啊？今夜的飞虎寨灯火通明，今夜的飞虎寨喜气洋洋，今夜的飞虎寨酩酊大醉。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同。你被扒光衣服洗干净，穿上新郎官的红衣服，盖上红盖头，坐在洞房里等着新娘来掀起你的头盖骨。抓你的女山贼叫许玲珑，她爹许虎是这飞虎寨的大当家，听说女儿要6婚，许虎高兴坏了，父女俩这回就在洞房外。许虎连连叮嘱女儿，这回要小心呵护，一定要把孙子怀上。你听得头皮发麻，突然意识到许玲珑的前夫们都是怎么死的了。喝得浑身酒气的许玲珑推开了洞房门。看到这里，模拟外的我只觉得浑身战栗，仿佛亲身经历了一般。受苦了，师哥选错了路线，对不住了。第2天，你睡到日上3竿，一出门便见到许玲珑，她笑嘻嘻的送给你一套新衣服，还严令整个寨子的山贼都不许欺负你。虽然晚上遭罪，但白天的日子过得还可以，大鱼大肉畅吃，不用做任何劳动，晒太阳就行了。你说你想练武，许玲珑将寨子里的功法都送给了你，让你随意挑选，她手把手教你。可惜你没有根骨，武道入不了门，只能学些拳脚功夫，强身健体。第2年，19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。舞蹈练习生，你擅长唱跳、rap、篮球，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舞蹈练习生替换了3角肌发达。虽然还是没用的词条，但是末期少年穷，只要我活得久，迟早能抽到有用的词条。来到山寨的第3年，你整个人都精神焕发了。虽然你不能迈入武道，但你坚持运动以及被迫坚持运动，体质算是锻炼出来了。和武者没法比，但比普通人结实不少。要是不结实，你已经不前夫哥们的后尘了。你假装已融入山寨生活，还用刚掌握的词条给许玲珑表演了一套连招。山贼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入寨2年半的。看完你这一套昆拳，众人震惊不已。忽然，山寨门前传来一声惊慌大喊。官兵打上来了！大堂之上的徐虎愤怒地摔了手中的一碗酒。官兵上来，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巡逻的呢？
放哨的呢？陷阱呢？是二当家，他私通官府，带官兵抄我们运货小路上来的。你听到这些，双眼放光，逃跑的机会来了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抓住了你的手腕，陈毅，跟我来。他把你带到一个山洞前，相公，一直往里走，这个洞可以通到另一座山，只有我和我爹知道，不会有人追你的，快逃吧！我逃吗？你没想到许玲珑跟你来真的，他似乎真相信了你平时在山寨里演给他们看的一面。见你犹豫，他连连催促：“相公，别管我，自己逃，我去为你引开官兵。走！”他一把将你丢进山洞，跟丢小鸡仔似的。可是大姐，我又不是山贼，我怕什么官兵啊？许玲珑手持2把大锤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官兵。看着他虎背熊腰的背影，你在思索该何去何从。1. 深入山洞，从山中密道离开； 2. 返回山寨，和娘子并肩作战； 3. 串通官府，将山贼彻底消灭。模拟中的我，人在局中可能会被情绪影响，但现实里的我绝对理性。我知道自己第一次模拟很关键，一定要狗久一点，活下去，多抽词条，拿到武道的机缘是这次模拟唯一的主线。此时不溜，更待何时？你选择1，从山中密道离开。阴暗潮湿的山洞里，你一路摸黑前进，出极峡，才通人，复行几千步，豁然开朗，前方光线大亮。你从这条2山之间的天然隧道走出来了，辨别了一下方向后，你继续往白云县城而去。次日，你到达了白云县城。你在街道上看见了官差的车队，牢车上押解着徐虎、许玲珑等山贼头目，他们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。山贼喽啰早已暴尸荒野，连拉回来审问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没有多看，悄然转入小巷。三姐出嫁的时候，你送过亲，所以仍记得三姐家在县城的位置。怎么被查封了？三姐的小院被贴上了白色的封条，上面写着大前青州巴陵郡白云县衙封。你趴到围墙上，看见里面早已被搬空，只剩满地落叶。你找到附近的邻居打听了一下，你是说是沈青山？哎呦，这个魔头一夜之间杀了10户人，上个月在菜市口斩首了，县太爷判他9族流放。邻居打量你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是他什么人啊？”我应该不是他9族。沈青山怎么成了杀人犯？这位三姐夫，我记得他分明是仪表堂堂、一身正气、气宇不凡之人，而且他也是一名官差，是县城斩妖司的斩妖人，怕是有什么冤情吧？按大前律法，三姐应该也被流放了。按照模拟的时间，沈青山1年后被斩首，也不知现在案发了没有。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，不能放任不管。只可惜现在也只能干着急，我自身难保，还不知何时能逃离黑石帮的控制。继续模拟，你不知道大前的9族是怎么算的。稳妥起见，你给自己重新取了个名字，叫陈东。为了谋生，你在县城的悦来客栈做了店小二，老板娘是个寡妇，宅心仁厚，对你十分照顾，饭菜管饱，平日里的工作也不苛责刁难。倒是有些客人一言不合就会出手打骂你们这样的底层凡人，尤其是某些武者自觉高人一等，不把普通人放在眼里。第3年，20岁开始词条抽取，抽取成功。人肤感白，你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人肤气质，女人缘有所提升。是否调整词条？是否你用人肤感替换了基尼太美？一名武者因为豆腐脑是咸的，大闹悦来客栈，你被他打断了胳膊，伤得不轻。热心肠的老板娘帮你绑绷带。阿东啊，你也别有怨气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武者面前就得低头做人，能活着都是祖坟冒烟了。你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哼，末期青年穷，我陈东迟早能问鼎武道巅峰，让那大道都被我磨碎。”老板娘娇嗔地拍了一下你，连个媳妇都讨不到。说这个，你俩对视一眼，不知咋的，也许是人肤感发力了，你俩看对眼了，感受到了彼此眼中的火热和急切。日后，你和老板娘成亲了，摇身一变成了悦来客栈的老板，你的生活一下子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士绅阶级。果然吃软饭才能少走弯路。谁说白色词条没用？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也不知道老板娘是什么模样。模拟仍在继续，一年年的推演着。突然间，黑底白字的模拟文字中竟然出现了一抹绿色，词条绿了。第10年，27岁，结婚多年，你和老板娘恩爱依旧，白天相敬如宾，晚上干柴烈火。凭借着现代人的一点管理和科学知识，你和老板娘把客栈经营得红红火火。只可惜，作为底层凡人，有些事你们只能被动承受，比如偷盗、劫掠、武者吃霸王餐、官府的苛捐杂税等等。不过，比起大多数凡人，你们的生活已经好太多了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你们难有子嗣。老板娘时常念叨有个孩子就好了，一有闲暇，她就坐在那座女工，抱着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虎头鞋发呆。你安慰她，这种事情得随缘，和孩子之间也是要看缘分的。第11年，28岁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。
越老迈越幸运。绿，从你60岁开始，每个整10岁抽词条时，保底获得稀有词条，且当次抽取会小幅提升稀有以上词条概率。是否调整词条？来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绿了。不过真算概率的话，这一抽也属于非常欧了，毕竟稀有词条的概率现在只有0.9%。这个词条可以等到60岁的时候再装配上去，保底一个，稀有也不错。在接下来的模拟中，我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凡人，在武者横行、妖魔祸患、战乱连年的世界过得是多么不容易。第13年，30岁，这一年，你和老板娘终于怀上了孩子，老板娘喜极而泣，你也为她感到高兴。第14年，31岁，是个男孩，悦来客栈大开3天流水席，宴请全城父老乡亲。孩儿他爹，你也太铺张了。咱们这些年虽然挣了些钱，可总有很多风险呀。与其让那些盗贼偷了，让县太爷用各种名目收走，我还不如换个高兴。再说了，我陈东的儿子出生了，岂能不昭告全城？阿东，你又飘了，我们只是凡人，莫欺中年穷，我陈东绝非池中之物。第16年，33岁，你们的2女儿出生了，你再次大开流水席，宴请3天。第20年，37岁，儿女双全，家有产业，生活殷实。渐渐的，你都快忘记自己是在模拟之中了，只觉得这一切太真实，太幸福。第23年，40岁，一名魔道武者闯入白云县，他手持一面黑气腾腾的番旗，见人就杀。县里的武者和官差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统统被他杀死，灵魂收入番中。斩妖司的斩妖使被惊动，与他大战数日，终是拼着同归于尽，将他重伤。魔道武者遁走的时候，顺手杀了你的女儿，取走了她全部的精血。老板娘悲痛交加，一病不起。你牵着她的手，眼睁睁看着她离去。你将母女俩葬在了一起，看着眼前2座孤零零的新坟，心中痛苦万分，快活不下去了。可是你还有儿子，你知道你不能倒下。第33年，50岁，南疆出了一位惊才绝艳的女帝，她整合南疆各国，将零散的南疆百国拧成了一股绳，反攻中原。战线一路从南向北推进，白云县眼看就要沦为前线。你的儿子决定奔赴战场，保家卫国。儿啊，能不去吗？战场太危险了。国之不存，家喻何为？您从小就喜欢对外人说，我陈东的儿子将来定有出息。如今到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。你送儿子出城，目送他远行，这一刻你似乎一下子老了很多。第35年，52岁，你收到了儿子的骨灰和遗书，2年的提心吊胆，终是等来了这样的结果。你将他葬在了母亲和妹妹身边，你在坟前哭坐3个月，头发全白。第37年，54岁，大前皇朝连年吃败仗，白云县被女帝攻下，成了南疆百国同盟的地盘。匪过如书，兵过如壁，南疆大军经过白云县城的时候，挨家挨户的索要钱粮。说世界，但人人都知道有借无还。你的客栈不能幸免，明面上的钱财几乎全被搬走。好在老板娘曾告诉你，她在家中老树下还藏了一些银子，你小心使用，得以度日。白云县城经此一劫后，每个人都成了穷鬼，客栈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第40年，57岁，一头虎妖从山野中杀出，闯入白云县，大肆作乱，一时间人群惊散，房屋崩塌。斩妖司倾巢出动，和他在县城里殊死搏杀。虎妖有没有被杀死你并不清楚，但虎妖和斩妖司的人战斗时，把你3层楼的客栈毁了个稀巴烂，这是你最重要的固定资产，如此被毁，你想要个说法？你去找斩妖司索赔，连大门朝哪边开都没看清，就被打倒在地。你选择离开白云县城，在城外一家人的坟地旁修葺了一座茅草屋，就此住下。没有武道根骨的你，只能默默等待，希望系统能抽出根骨词条。第42年，59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这一年的词条依然没什么用。模拟器外，我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模拟器中的种种惨状，让我明白这个世界的残酷。我将越老迈越幸运换上去了，马上就60岁了，这一生也太苦了。坚持住，别崩溃，胜利的曙光也许就在明天。模拟继续，城外茅草屋旁，你日出而作，耕田种菜，日落之后陪家人们说说话，然后在月光下沉沉睡去。虽然孤独，但你找到了一份短暂的安宁。第43年，60岁，开始词条抽取，触发越老迈越幸运的保底，抽取成功。低阶根骨绿，获得低阶根骨。骚年，有了这个词条，你就可以废柴逆袭了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点击是，一股热流瞬间充斥全身。你没有忘记自己这次模拟的使命，你带着全部积蓄来到了县城的奔雷武馆。武馆教习牛大胆穿着练功服，背负双手，好笑的看着。别开玩笑了，60岁学什么武啊？60岁，正是奋斗的年纪。你将一堆银锭倒在了牛大胆面前，我交钱，你们只管交便是。收一个能当自己爹的人当徒弟，对牛大胆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但是你给的实在太多了。武道就是修炼3气：血气、灵气、精气。所谓饭要一口口吃，3气也是一个一个练。入门首先掌握外功，修炼外功可以提升血气，血气越强，你的力量、速度、肉身都会相应提升。待你感应到丹田内出现一股热流，那便是你的血气超越了凡人的极限，可以在丹田驻存了。不懂层的人喜欢称呼这股热流为内力，但咱们武者要知道，那是强大到可以控制的血气，这便是武道的第一个境界——炼体境。第43年，61岁，修炼1年，寸功未尽。牛大胆劝你，陈大爷，算了吧，老迈
的身体血气流失严重，岂有练武的道理？武馆里的师兄弟，还有县城里认识你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他们说你不切实际，老了还不安分。你从不理会外人的非言非语，一心钻研和尝试，莫欺老年穷。我陈东一定能迈入武道。第52年，70岁，正在抽取词条。触发越老迈越幸运的10年必虑的宝典，抽取成功，努力必有收获。当你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，你一定会有收获，但不一定很多。你用努力必有收获替换了越老迈越幸运，练功10年，归来仍是凡人。牛大胆的孙子都出生了，你依然每天坚持来奔雷武馆的演武场，勤奋刻苦的练功。和别人不同，人家会学习武学，切磋实战，你基本单机只练一门外功莽牛劲。10年了，你的血气虽有提升，但还是达不到武者的标准。一开始牛大胆还收你的学费，后来就算了。尊老爱幼嘛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。有你这个吉祥物在，奔雷武馆成了周边乡县很多人的打卡点，变相宣传了武馆。各位学徒，你们看，这位就是60岁开修炼武道，如今70岁依然没能迈入武道的陈东老爷爷。牛大胆的儿子牛有钱现在是奔雷武馆的馆主，主要负责招收学徒。今天又来了一批新人，牛有钱正在拿你当素材，给新人们打打鸡血。从陈老爷子身上我们能看见什么？哎，对，不管修炼武道能不能成功，都得迈出这一步。哪怕像他一样70岁还在原地踏步，至少不后悔曾经努力过。正说着，正在练功的你感受到了丹田内的暖流，你进练体劲了。眼见此等情形，牛有钱立马改口：哎，对，陈老爷子60岁开始修炼武道，尚且能成功，你们这些13、14岁的孩子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啊！得知你进入武道的消息，牛大胆真心为你高兴。当晚，他留你在武馆吃了一餐家宴。陈大爷，其实我也听说过你的故事，当初悦来客栈饭菜的味道，可是我们十里八乡很有名的。可惜啊，说到唏嘘之处，哪怕是一个外人，牛大胆都对你的经历感到眼眶泛红。虽不知您为何一把年纪了还要折腾自己来我这练武，但是我祝您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以后武馆就是您的家，我给您开一间小舍，您就住下吧。10几年了，你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这一晚你睡得格外安详，不过你依然没忘记这一生的使命，多抽词条，多练武。模拟结束后，继承的越多越好。你知道自己根骨低，而且年纪太大，修炼速度特别慢，所以不浪费时间学习武学，只练外功，提升血气。1年又1年，日出修炼，日落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注重健康。第61年，79岁，武道入门后，你的修为缓慢提升，用了9年达到炼体3段。这些年虽没经历妖魔战乱、武者灾祸，但你的身体还是不受控制的滑向了衰败的深渊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寒令你偏瘫在床，连饮食起居都要人照顾，没法再练功了。牛大胆也老了，武馆生意遭到了武道宗门的冲击，收不到徒弟，已经濒临倒闭。今日他听说你状态不太好，连忙过来探望你。陈大爷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你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快死了！你看着眼前的抽词条倒计时，只盼着自己能死慢点，把80岁的保底抽了。别乱说，你可是要长命百岁的。大胆呀，活100岁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中年丧偶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一辈子的营生毁于一旦，我这颗心早就千疮百孔了。牛大胆看着窗外的飞雪，感慨道：陈大爷，人这一生，苦难的日子是主题，幸福的时光才是插曲啊。第62年，80岁，开始词条抽取，触发越老迈越幸运的宝典，抽取成功。认真的一拳绿，当你不使用武学，用拳脚普攻时，破坏力最高提升10倍，且不会因为反作用力骨折，但是每次会脱落一根头发。看着模拟器里的我活生生吊着一口气撑到了80岁的那一刻，我只觉得鼻头酸溜溜的难受，这辈子确实太苦了，希望下辈子有武道基础了，能模拟的舒服点。模拟结束，模拟评价：月入寒江浪里腾，红尘几度藏残灯，枯枝60遇春风，犹向苍天全作声。恭喜获得以下继承：1、62年的游历记忆；2、炼体3段的修为；3、认真的一拳绿，努力必有收获绿，越老迈越幸运绿，低阶根骨绿，基尼太美白，浪里小白条白，等共62个词条。4、外功莽牛劲入门，奖励瞬间到账。我只觉得丹田内忽然涌现丝丝暖流，全身都从疲惫困苦中解放出来，好似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拔高了许多。黑虎帮，我他妈来了！随着我踏入炼体境，可装备词条增加到了5个。略作思考，我装备上了模拟器，低阶根骨，认真的一拳，努力必有收获，超瘦的痛觉5个词条。系统，下次模拟什么时候开始？模拟冷却中，剩余1年。你可以选择完成以下指引任务，直接获得模拟机会。指引任务，打不过就加入，展露武者修为，混入黑石帮，从而寻找机会脱身。任务奖励：1、模拟次数加1；2、精品词条抽取次数星号1；3、低阶灵气盐铁重剑。神话词条果然是外挂，获取新的模拟还能顺带拿点奖励。冷
冷却时间太长了，我等不起，而且指引任务的内容也符合我当下的情况。黑石帮里也有武者，我现在如果直接跳河逃跑，那些武者乘船来追，我未必能逃得掉。除非又献祭大春，不如先佯装加入黑石帮，然后找到合适的时机带大春一起离开。打定主意，我立刻将手中的旧瓷碗摔在地上。天天馒头配稀粥，还吃不饱？书生靠这些也养不活，何况是我们这些苦力？四周的苦力都惊呆了，一个个的眼睛瞪得浑圆。陈毅疯了，他想被鞭子抽死吗？毕竟是新来的，还不知道黑虎帮的厉害。哦，快看，监工拿着鞭子过来了！苦力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引起了监工的注意。陈毅，你想干什么？话音未落，大春也把碗摔了。大春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大春龇牙咧嘴道：“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但就是很想摔碗。”监工一鞭子将大春抽到了一边凉快去，真是个傻子，骂了一句，然后一边猛向我抽来。他的动作在我眼中如同慢放，我伸手接住鞭子，一把夺了过来。没想到我敢反抗，他又惊又怒地吼道：“把鞭子给我！你想造反吗？造反？你也配用这个词形容自己？真当自己是土皇帝了？”我反手将这条鞭子抽在了监工身上，炼体3段的力量爆发，只一击就将他抽得倒飞出去，掉进了清河。工头王强看到这幕，冷笑一声：“好你个陈毅，原来有2把刷子，今天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怕是不服管教啊！”说罢便摆开架势，展露武者修为。从王强周身浮动的血气来看，不过区区炼体1段，而炼体境每提升1段，血气都是前1段的2倍，所以我压根不触。王强自知不敌，色厉内荏的吼道：“陈毅，你别发疯，这里是我们黑石帮的地盘，你知道我们帮主是谁吗？那可是江湖人称黑蟹铁爪的13。”我懒得听他废话，直接便是一个大嘴巴子，我让你狗仗人势，反手又是一个大嘴巴子，我让你克扣我们粮食。王强连连求饶，一边哭一边喊着：“我知道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再给2个大嘴巴子，我让你逼我们强签卖身契，都是黑虎帮逼我的啊！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啊！”我才不信他的鬼话，一把将他摔在地上，我让你逼我去喂妖怪。这事儿我没干过，纯栽赃啊！激动了，把模拟里的事也算上了。栽赃你咋了？听见这话，王强欲哭无泪。码头的骚乱引来了黑石帮的帮主13，在他身旁还有一个魁梧汉子4当家。2人见我身手了得，起了招揽之心。13提出由4当家试试我的力量，我使出认真的一拳，10倍力量之下，把炼体6段的4当家打得连连后退。但也就到这里了。好，很有精神。真要厮杀起来，我斗不过4当家，更别论高深莫测的13。13对我的实力颇为满意，当即给了我新人教头职位，算是帮派的干部了。至于王强，埋没人才，丢到清河里喂鱼。当晚，黑石帮举办了酒会，为我接风。席间，有帮众匆匆跑来向13禀报，明天15了，该给河神送饭了。让老四今晚去码头上挑几个苦力吧。对了，我记得有个傻子，是不是吃的还多？他必须去。闻言，我懵了。剧情的改变，这次轮到大春去喂鱼了。帮主，那傻子是我同乡，笨手笨脚的，你有什么差事交给我去做，他干不成的。我借着酒意试探，13却皱眉道：“这件事，那傻子肯定能办成，你就安心在我这做教官吧。来，喝酒。”眼见13已经拿定了主意，我不再多说什么，喝了几杯，便谎称不胜酒力，起身离席了。回到房间，关好门窗，打开系统界面，指引任务完成，获得奖励盐铁重剑。模拟器冷却时间刷新，是否开始模拟？开始模拟。模拟开始。为了何大春顺利逃出黑石帮的控制，你故意展露武者实力，从而得到加入黑石帮的机会，成了帮内的一名教官。但是你对混帮派毫无兴趣，只在寻找机会脱身。次日，天光将亮未亮之际，你看见4当家领着几个小弟，带着大春和另外几个苦力，沿着清河岸边往下游走去。你知道这4当家好忽悠，就说自己睡不着，和4当家一起去，全当散个步。4当家没当回事，把你也带上了。不一会儿，一行人来到了十里亭，4当家推着大春4人站在了河边，然后朝着河面大喊：“河神大人，我们来给您送饭了，您老吃好喝好哟！”你看见同来的几个帮众都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，显然他们有些畏惧着河神。不明真相的3个苦力还抱着饭盒，真以为自己是来送饭的，不知道他们就是饭。清河平静的水面忽然开始涌动起漩涡，一些鱼虾从水里跳出来，仿佛水下有什么大恐怖，让他们不敢下去。就在这时，站在4当家身后的你，暗中将力量聚集在右腿，随后奋力踢出，闷响声中，4当家飞进河里，激起大片水花。陈教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3名帮众将你围了起来，面对他们的刀剑，你反而露出微笑。凭你现在的修为，对付这些不是武者的帮众绰绰有余。你将他们一个个的全丢进了河水之中。这河水里有什么？黑石帮的人可太清楚了，他们拼了命的往岸边游。陈毅，你竟然害我！等我上岸，我扒了你的皮！4当家还在放狠话，可河水里仿佛有一双大手将他们拉扯着，游了半天，不仅没上岸，反而离河中心越来越近。低沉的嘶吼声中，一只巨兽缓缓浮现，体型如龟，尾巴上还有一条蛇。见到巨兽，4当家大喊
大叫：“河神，弄错了，我们不是这个月的饭，岸边那几个人才是啊！我是黑石帮四当家啊！您老看清楚啊！”这条巨兽的视力显然没那么好，他根本看不清四当家的脸，只当是一道美味。巨兽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四当家咬去，一口便将其吞了下去。解决完四当家，系统再次弹出3个选项：一、带着大春浪迹江湖，寻找更多武道机缘；二、带大春去白云县投奔三姐；三、返回黑石帮，说河妖疯了，把四当家吃了。我犹豫片刻，3选项依旧是来搞笑的，还是去三姐那看看吧。而且白云县城有个好地方，能安置大春。我选了2。模拟继续，你和大春逃出黑石帮后，便一路往白云县城而去。这一次的返乡之旅，你走得坦荡多了。现在的你可是炼体3段的强者，寻常野兽、劫道土匪对你都已构不成威胁。快到白云县城的时候，你见到了一位熟人。此山是我栽，此树是我开。熟悉的开场白，熟悉的水桶型美女，偶然的邂逅，着实让你哭笑不得。哟，你这俊俏的小郎君，见到我们这些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，倒是一点也不怕，还笑得出来，吓傻了吗？许玲珑对你依然是一见钟情，那双大眼在使劲的释放魅力。你还有上一世的模拟记忆，所以知道此刻拦路的这些山贼，只有许玲珑有炼体4段的武道修为，其他山贼都是凡人。你走向路旁的大树，一拳轰在树干上，树干爆裂，在认真的一拳加持下，这一拳相当于炼体5段的威力。许玲珑被你震慑住了。我等冒犯前辈，还望恕罪。这里有些银子，若前辈路上用得着，不妨拿去。你笑了笑，将银子接了过来。有钱不要王八蛋，看在这些银子的份上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回去盯紧你们那个2当家，他有问题。许玲珑满脸疑惑，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提到2当家，似乎很了解他们山寨的情况。你带着大春继续赶路了，一路上你都在思考，这次模拟没掉进山贼窝里，会比上一次更早到达三姐家，应该能知道三姐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吧？上一次模拟中，三姐夫沈青山竟然成了杀人狂魔，被官府砍了头，家业查封，亲人还流放，这属实让你摸不着头脑。三姐看人的眼光不至于这么差吧？次日，你和大春来到了白云县城，找到了三姐家。还好，这次看见的不是封条。你长舒口气，伸手推开房门。院子里有个牙牙学语的小孩，约莫2、3岁。三姐陈韵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你没有打扰，只是静静的看着，直到三姐晾完最后一件衣服，这才回头看见你。霎时间，三姐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三姐已经得知洛丁村被屠的惨剧，以为你和村民们一样惨死在屠刀之下了。今日还能看见你，她喜极而泣。三姐做了满满当当的一桌菜，庆祝你们一家团聚。三姐夫沈青山回来了，见你还活着，他的眼眶也湿润了。大春大快朵颐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开心极了。对大春来说，能吃饱饭，他便无欲无求，从早到晚看蚂蚁上树都会觉得满足。第2天，你带着大春来到了悦来客栈。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啊？老板娘还是那般热情。老板娘，我想介绍我兄弟来给你当杂役。他虽然有点笨笨的，麻烦的事做不了，但是刷碗扫地总是可以的。他还有一把子力气，一些重活也能交给他干。老板娘看了眼大春，有些为难道：“我梅三娘虽是个热心肠，但如果脑袋瓜不好的话，我怕。”见老板娘欲言又止，你赶忙说道：“他不要工钱，管他吃饱就行。”老板娘惊喜我怕我不招他来做事，都有些良心不安啊。你知道梅三娘人品很好，肯定不会亏待大春，将大春安置在悦来客栈十分合适。回到三姐家，你和沈青山聊起武道，得知你有根骨，沈青山取出一些功法递给了你。沈青山道：“这些是我沈家的家传功法，可惜到我这一代已经失传太多，只剩下这4本。不过这些都是中阶功法，若是熟练掌握，在这小小县城里谋个好差事易如反掌。这些功法古朴中透着大气，一看便不简单。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在三姐家开始修行，但你不想成天在姐姐家白嫖，还是得找点事做。沈青山表示，你可以去参加斩妖司的斩妖人考核，和他一样在斩妖司当差。你还向沈青山打听了一下洛丁村被屠一事，不知道官府有没有查出些什么。沈青山毫无线索，对方有的放矢，并且各个训练有素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当晚你彻夜难眠。为什么要屠洛丁村呢？一个破落的山村，一群饭都吃不饱的农民，怎么会惹到这种敌人？在三姐家待了1年，你跟着三姐夫练武，虽然武道境界没有提升，但功法都有精进。这1年，你抽到的词条依旧没什么用，但你对武道的了解更加深入了。对平民来说，武道有6个境界：炼体、聚灵、淬魂、金身、灵海、凝神。为什么要加个对平民来说呢？因为凝神之上的境界和平民没关系，能修炼到凝神境已经是万中无一的人中龙凤。至于功法品质，则分为低阶、中阶、高阶、地阶、天阶之分。地阶、天阶功法可以当他们不存在，他们每个都可视作战略级资源，被皇室顶尖武者势力牢牢掌控。第2年，19岁，在沈青山的介绍下，你参加了白云县斩妖司的斩妖人考核选拔。在一众考核武者中，你的武道境界基本处于垫底，但是你有认真的一拳。比试过程中，你的对手总是被你出其不意的一拳头砸得找不着北。你顺利进入了斩妖司，成为了一名斩妖人，有了稳定的收入。不过斩妖人没有编制，类似合同工，得达到沈青山那样的斩妖使级别，才算入了朝廷的官员名册，才是有编制的。你进了沈青山的斩妖小队，平日跟着三姐夫当差，没事就请教武学，十分方便。1日，沈青山接到司内任务，白云县东边的火旺村有牛妖作祟，主司命沈青山带队清剿。你们一队斩妖人驾马出城，来到了火旺村。
进村一看，这里一片祥和，黄发垂髫，怡然自乐，不像有妖怪作祟过的样子。你们分头调查，隐约间你听到了一声求救，救命啊！便循声追去。你推开了一座院落的大门，入眼是横七竖八的村民尸体，还有空气中新鲜的血腥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从角落里忽然杀出，你本能的拔剑格挡，对方力气极大，身上坚硬无比。没等你看清楚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你已被他撞倒在地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而你手中长剑竟插进了一具尸体之中。与此同时，院子外面脚步声大作，县衙捕头韩生领着20名捕快一拥而入。大胆沈陈毅，知法犯法，屠杀火旺村3户18人口，罪大恶极，还不束手就擒。你瞬间明白，这是一个局。这个局本来是给沈青山准备的，也就是上一次模拟里提到的沈青山杀人狂魔事件。但是这次阴差阳错落在了你身上，能同时调动斩妖司和捕快，在这白云县只有县令能做到。你意识到这件事的幕后黑手就是县令。韩生也是武者，和沈青山一样是巨灵境，他一出手就将你拿住。沈青山和斩妖队的人赶到，见状拦住了韩生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意思。沈西关，你在干什么？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来人是白云县斩妖司主司风余城，他的武道境界在白云县首屈一指，已经达到淬魂境。风余城一出面，沈青山知道他今日没法将你留下。四弟你放心，姐夫不会不管你，我一定会向县令大人申冤，为你主持公道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圈套，劝道姐夫不必管我，保护好三姐和我外甥女，反正是模拟，你根本不怕死。县衙牢狱之中，你被绑在拷问架上，眼前是密密麻麻的刑具，烙铁、皮鞭、一刀、乐斧、木驴。陈毅，我劝你老实交代，乖乖认罪，不然我认。人是我杀的，全他妈是我干的，口供呢？应该写好了吧？拿来盖手印，都挺忙的。你知道自己扛不住酷刑，干脆早点认了，免得吃苦。韩生掏出供纸，还是走了一波流程。陈毅，火旺村案，你是否认罪？认。西平村入室盗窃杀人案，你是否认罪？认。广田村耕牛被杀案，你是否认罪？认。赶紧的，不就是屏障吗？我懂。没过几天，衙门升堂，那肥头大耳的县令坐在上面，走了个过场，最后判你充军。你挺意外的，正常情况肯定是砍头的，就像上次模拟里的沈青山。县令看出你的疑惑，心不在焉的说道：近年和南疆那边战事紧张，官家大发圣恩，凡是死罪情有可原的，皆可改判充军。想来是自己给这县太爷平了很多仗，所以情有可原了吧？上路这天，陈运和沈青山带着他们的女儿来送行，三姐一家目送着你离去，她已经哭成了泪人，还不懂事的外甥女冲着你挥手，喊着舅舅早点回来，陪我去山里捉蝴蝶。第3年，20岁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恭喜获得传说级词条过目不忘。你拥有超级记忆力，你的所见所闻都会牢牢记住。你用过目不忘替换了游龙戏凤，这次又没机会体验游龙戏凤了，你深感可惜。3个月后，你被押到镇南边军中，作为充军犯被分配到了杂役营，和你同帐的10几个士兵也是犯了是充军的，他们都是兵痞行径，只要没人看着，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群人。其中一个叫老刘的老兵是这一仗士兵的老大，见到你个新来的，准备给你个下马威。新来的犯了什么事情来的？杀人。杀几个？100多个吧。老刘嗤笑一声，随意的翻了翻你的行李，找到了里面的判决文书。看完后，他迅速起身，把你的床铺得整整齐齐。陈老大，你不知道，南边到了冬天也冷，这帮管军需的混蛋层层盘剥，发给我们的棉被里面摸不到几块棉花，你多盖一床，省得冷。被强行拿走被子的那哥们一脸苦相。刘老大，我这晚上可怎么睡啊？什么老大？现在我是老二，从今天起，咱们这儿只有一个老大，那就是陈老大。第5年，22岁，你已经逐渐适应军营的生活，只要得空，你就默默练功。这一日，你路过新兵营，看到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人，过目不忘，让你能记住所有见过的人的面孔，所以你认得他。你分明记得1年前在行军途中被南疆军队打伏击的时候，这个麻子脸的男人是敌军中的一名马弓手。你暗中跟踪麻子脸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连洗澡、睡觉、吃饭这些细节你也不放过。10几日过去，你终于有所发现。麻子脸结束训练后，你发现他主动申请做火药看管，你瞬间明白他想干什么了。当晚月黑风高，严禁明火的火药库里，麻子脸支走了其他守卫，一个人溜了进去。嘿嘿，这一炸足以让前军乱了阵脚，没了火药，他们的火器就派不上用场，我大苗国的项军将再无阻力。麻子脸手搓了一条引线，将火把丢了上去，点燃后，他赶紧跑远，蹲在远处等待爆炸。他盯着火药库，等了又等，始终不见爆炸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传来一声轻笑。你是不是在疑惑怎么还不爆炸？你不等麻子脸反应，厉声呵斥，把这个奸细给我拿下！老刘等人立刻冲了上去。军帐中，孙承恩既意外又高兴，没想到你们几个充军的杂役兵竟真抓住了一个奸细。孙承恩看了你们一眼，略带惋惜的说道：虽然你们立功了，不过我不能给你们记功，因为你们都是违法犯事，被发配到我这里的，本质上是犯人。我大前律法规定，犯人不可记功。老刘当场就跪下了。将军，其实我们很多兄弟都是在老家被冤枉的，这些地方官员强取豪夺，胡乱判案，竟欺负我们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。
够了，我不是你们的县太爷，没有义务给你们伸冤。孙承恩的语调一抬高，营帐内的气压似乎都跟着变低了，里面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个。不过你们也别觉得委屈，不记功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赏赐。孙承恩招招手，副将端来一些银锭，给你们1人1块。这份赏赐你想要吗？模拟暂停，等待我对进城做出选择。1. 要，有钱不要王八蛋。2. 不要，为国尽忠，这是我大前子民应该做的。3. 不要，但是我想要点别的。银子对模拟没什么作用，报国就更不用说了。选项3没直说，是类似自由发挥，看剧情如何发展那种吗？这种选项可能有风险，但孙承恩不像个不讲理的人，不至于因为自己说错一句话就要打要杀的。选这个也许有意外惊喜，也许有意外惊喜。我不想要银子，这东西没什么用。孙承恩一脸玩味的笑容看着你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想领兵？我不懂打仗，我想要能增进修为的丹药。孙承恩淡笑一声，他很好奇你是怎么认出这个奸细的。你明白孙承恩怀疑你了，你想了想，决定实话实说。我只是单纯的记性好。我不信，谁能记得3个月前的早上吃了几口稀饭这种细枝末节的事？19口。接下来，你准确的说出孙承恩1年前穿的旧衣服上有几朵云纹。孙承恩终于相信你天赋异禀，天生拥有超级记忆力。他高兴坏了，拍着你的肩膀，递给你一方铜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参军了。我虽不能给你记功，但可以将你所有的功劳和付出都换成你想要的丹药和原石。你欣然同意，能有源源不断的丹药和原石辅助修炼，你很满意。军中供给的丹药品质较低，有着大量单毒，武者根本没法自然排出。众人见你拼命嗑药，只以为你向武之心坚定，却不知你是在模拟。继承的时候只有修为，不会把单独继承出去。在接下来的模拟中，你在军营中混得风生水起，过目不忘词条，让你成了全军的香饽饽。各营的军官每天都排着队来找你处理难题。你就像一个强大的数据库，能整理军营上上下下所有的数据和情报，活脱脱就是个行走的 AI。孙承恩言而有信，你发挥了很多的作用，可是又不能记功，那就只能使劲给你赏赐，原石、丹药、灵气、钱财供应不绝。孙承恩没有赏赐女人，他和其他领军将领不同，他不拿女人当战利品。你每天拿原石当核桃在手上盘，里面的精华吸干了就随手一丢，增进修为和修炼速度的丹药当零食在嘴里嚼。没事就拿出当天的军报看一看，这是军营中为数不多的消遣。灵气当玩具到处发，发的一堆人喊你义父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就这样，艰苦的军营生活硬是被你过成了度假消遣。第15年，32岁，一转眼你在军营中又度过了10年，词条系统依旧稳定发挥，全是没用的白色词条。好在海量丹药和原石的帮助下，你的修为坐上了火箭，已经提升到了炼体9段巅峰，距离巨灵境只差临门一脚。但是这一脚踢了2年半还没踢进去，而且这2年半来战事不断，南疆大食国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。苏州、眼关，孙承恩和他剩余的2万边军被大食国蛮象大军围困在此。这是一座要塞小城，城高河深，易守难攻，粮草充足。将军府中，一众将领披坚执锐，围着沙盘讨论战局。张副将脾气最冲，一再请战。军师，那帮南蛮子又在城外叫骂，让我出战吧。末将愿立军令状。闻言，你眉头一皱。大石象军手持15米长灵气巨枪，胯下6米高的蛮象异兽，虽只有数百骑，但足以和我们几万步兵对冲。将士们在他们手上吃的亏还不多吗？双方战力对比悬殊，一股失落的氛围在场中蔓延。你轻挥羽扇，补气道：这几日在城墙下溜达的象兵变少了，即便有过来骂街的，那些蛮象看着也有些萎靡不振。我估计这些异兽可能适应不了中原的气候，染了疾病。孙承恩接着说道：但是也要当心，这是诱敌之计。大石的军队现在深入我们苏州腹地，后勤线拉得非常长，只要我们坚守不出，他们迟早要退。你们正在商讨军情，研究如何偷袭敌军粮道。一位士兵突然冲进来，报朝廷来使，下发金牌谕令，敕令苏州边军统领孙承恩立刻出城迎战大师军，收复失地。士兵说完，双手呈上一面赤色令牌。孙承恩叹息一声，接了过来。这已经是第10道催促你们出战的金牌了。一旁的副将冷哼一声：皇帝怎么回事？光知道催我们出战，一点援军也没看见啊！孙承恩叹了口气，奸臣当道，蒙蔽圣听。陛下恐怕以为苏州丢了10几座城，是我们边军怯战故意放的。孙承恩再一次抗旨不遵，他陷入了两难境地，要做忠臣，又不能眼看着手下弟兄出去送死。明明是功力深厚、正值壮年的武者，头上却爬上了白色的发丝。孙承恩的两难境地，终于在2个月后，朝廷的钦差大臣到达眼关后结束了。外面围城的敌军一听钦差大臣是来催孙承恩出城迎战的，当场8抬大轿把他送了进来。钦差大臣入关后，守军知道他是来干嘛的，那可一点不待见他，把这大臣一通好气，直呼自己人不如外人懂礼数。当天，钦差大臣便宣读圣旨，命令孙承恩若是再不出战，边军全军以谋逆论罪。入夜，书房内，你和孙承恩的副将以及几位亲信被他叫了过去。孙承恩眼神复杂地看着你们，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道：明日开南门，我自领亲兵迎战，大师军悬赏万户侯取我首级，只要我出现，敌军一定会蜂拥而来。届时，其余将士扮作百姓，和关内百姓一起从北门离开。李副将愤然起身：将军，皇帝逼你去送死，还效忠他作甚？反了吧！其他亲信将领无不附和，只有你在一旁看着，没有说话。孙承恩看向你：陈参军怎么不说话？
你苦笑一声，因为我知道将军的秉性，宁死不做反贼。你缓缓起身，但是将军就算不造反，也没必要明知必死也要出战，还有其他路可走，比如将那钦差。说着，你将羽扇放到脖子上。孙承恩挥手打断，不必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有些事明知不可为，也得有人去做。半夜，你思绪万千，难以入睡。抬头望月，这广阔天地如此真实，你能清晰地看到城外大食国的军队正在休整，准备着明日的决战。就连平日里狂暴的蛮象，此时都安静了下来，静静地积蓄力量。孙承恩是一个让你敬佩的人，他治军严明，军纪如铁，用兵如神。10万边军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，以8万的牺牲挡住了大食国100万大军的攻势，斩首30万有余。明日就是这位英雄将领落幕的时刻。想到这里，今夜你又如何睡得着？次日，南门洞开，孙承恩身着将军甲，手持2丈矛，身下红鬃烈马，身后800亲兵。贼寇，我孙承恩在此，尔等要战便战，勿伤我城中百姓一人。全军出击！孙承恩一马当先，亲兵紧随其后，朝着敌阵冲去。孙承恩乃是凝神劲武者，面对千军万马，照样嘎嘎乱杀，威猛的如同赵子龙转世的。但很快，敌军中也杀出数名与他同一个级别的武者，几人交手，武学对碰之间，纵使余威，也有席卷八方的威力，旁人根本无法靠近。趁着北门防守空虚，2万将士脱下铠甲，穿上寻常衣着，混入城中百姓，按照孙承恩的命令从北门离开。出城后，有士兵问陈参军：“我们现在已经出城了，下一步呢？”将士们还不知道，孙承恩让他们出城就是单纯的逃命，没有什么下一步。你的沉默让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过来。好，我李二狗这辈子居然能叫一个大将军为我殿后，哈哈哈！回老家说了也没人信啊，那就不回去了。将军不走，我们也不会走。弟兄们，抄家伙！百姓们继续逃命，但士兵们选择了折返，哪怕一众领兵斥责，甚至拔出了执法剑，也没人听命。到最后，这些领兵的也跟着一起杀回去了。苏州边军同生共死，他们的热血也点燃了你。你把羽扇一扔，拔出长剑，妈的，不就少抽几个词条吗？我特么燃尽了！你刚想杀回战场，就见迎面走来2名校尉，你认得他们是孙承恩的帐前校尉。2人二话不说，便将你架了起来。将军有令，万一参军不自量力要参战，就把你强行带走。这俩帐前校尉都是巨灵境，把你像拎小鸡似的带走了。你刚燃起来，就被他俩给扑灭了。半日后，走出30余里，你听见了熟悉的笑声，抬头一看是老刘。第16年，33岁，正在抽取词条。抽取成功，蜘蛛感应玉。当危险靠近的时候，你会汗毛倒立，起一身鸡皮疙瘩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蜘蛛感应替换了努力必有收获。凭借蜘蛛感应多次对危险做出提前感知，你和老刘东躲西藏，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。这一战，苏州边军全军覆没，眼观百姓无一幸免。孙承恩倒下后，大食军队再无绊脚石，一路长驱直入，连下苏州31城。见到这幅场景，你虽内心悲痛，但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继续自己的武道之路。老刘无处可去，选择跟你一起。第17年，34岁，四处寻找武道宗门的路上，你们顺道去了一趟老刘的老家，看到老家断壁残垣的房屋。老刘得知，作为家里唯一的亲壮，在他被充军没几年后，他的父母被吃了绝户，妹妹更是被卖到妓院，没几年也死了。那一天，一向吊儿郎当的老刘消失了3天，你知道他很难过，没有去打扰他，独自在附近的镇子上探听一些消息。你在茶馆里听一些文人墨客议论，大前这昏庸的皇帝到现在还认为孙承恩没死，不知道躲在哪避战，为此还下了海捕文书，要全国各地的护龙司抓捕一个死人。大食国拿下苏州的消息传开后，南疆各国纷纷起兵，想来物产丰饶的中原大地分一杯羹。一看情况不妙，朝廷决定将美丽之名遍传5域的百花公主下嫁大食国王，再割让一些苏州的土地，以稳住局势。居然割地和亲，真是把祖宗的脸都丢干净了。摔得好！茶馆老板也是个性情之人，凡食客因朝廷丧权辱国而气愤衰晚，统统免单。那一天，茶馆里摔杯之声络绎不绝。你感慨一声：这大钱啊，就像这些被摔碎的碗，烂了。值此家国飘摇之际，你将何去何从？1. 聚义士揭竿而起，凭你的超级技艺，定能干出一番事业。2. 继续寻找武道宗门，游历四方。3. 找个地方种田定居，苟活到老死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造反无异于自寻死路。选项1排除，选择3比较稳，能活更久的几率更大，但选择2说不定有机会得到巨灵丹。我选2，模拟继续。你不再关心大钱国事，今后你只想尽量活得久一点，多抽词条，以及找到一个愿意收留你，给你巨灵丹的武道宗门。翌日清晨，消失了3天的老刘回来了，他仿佛一下子老了20岁。你和老刘继续上路，在中原四处拜访武道宗门。你知道大宗门肯定不会收你这样一个30多岁还没到巨灵境的废柴，你要找的是那些中小型创业宗门，他们需要人手，手上也有点资源。第18年，35岁，你已经拜访过一些小宗门，但都吃了闭门羹，哎，又被赶了出来，真没礼貌。你拍拍身上的尘土，起身灰头土脸的下山。山脚下有个村子，刚一靠近，你就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。走进村子一看，发现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杀了，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。怎么又是这样？昨天我们在村子里歇脚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你十分惊讶，这已经是你今年第4次遇到屠村，就好像一个专业的杀人团伙一直尾随着你们，你们走到哪，他
他们就杀到哪。可奇怪的是，自始至终，蜘蛛感应都不曾有过反应。老刘有些害怕的拽了拽你的衣角，陈老大，我们赶紧走吧，万一凶手还在附近就糟糕了。你答应一声，走吧。这什么世道，一点不给老百姓活路吗？你的亲人也是被一伙神秘人屠村的，看到这些人的惨状，你联想到了自己，有些感同身受。难道图洛丁村的和今年碰上的这些屠村凶手是同一伙人？第23年，40岁，你依然没有放弃拜师，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那些宗门收留你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。在军营期间，炫丹药炫太多的后遗症开始浮现，单独在你体内排不出去，开始消磨你的血气，令你时常咳嗽。这天，你和老刘乘船赶往青州的临风阁，白云县也在青州之内。老刘啊，这次要是还不行，我就回老家歇歇了，这里离白云县也近，我想开个武馆，把当年将军亲兵们教给我的功法传承下去。你们来到临风阁，这里大门敞开，一片寂静，里面飘来熟悉的血腥味。定睛一看，阁内弟子已经全部殒命。怎么会？你震惊万分，环顾四周，感觉这安静的山岭之中，仿佛藏着无穷杀机。老刘从一个房间里兴奋地跑了出来，手上捧着2颗蓝色的丹药。陈老大，你快看，这是不是聚灵丹？你拿起来，对着阳光查看一番。是的，这就是聚灵丹。老刘很兴奋，太好了，你我一人一颗。没想到我这辈子也有机会到聚灵境呢。老刘也是一名武者，但是他也只有低阶根骨，同样卡在炼体9段，一直突破不了。奔波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这颗丹药。此刻的你也顾不上周围的尸体了，只想赶紧服用丹药，突破境界。吃下聚灵丹后，你立刻运功修炼。在聚灵丹的作用下，你对四周天地精华的感应变得极其敏感。内功一运转，周身血气汹涌，天地精华自动往你体内钻。终于要突破了。这小小的黑石帮最厉害的帮主也不过炼体9段。等我继承了修为，到时候想走就走，想来就来，7进7出都行。黑石帮，你们的末日要到了。模拟继续，历经2次模拟100年，你成功突破至聚灵境，高品质词条抽取概率提升，可装备词条数+2。突破后，你兴奋的大脑慢慢冷静下来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。老刘，你怎么会认识聚灵丹？这是第一次见到吧？老刘还在闭目运功，好像没听见。你越发感到不对。老刘，我可没跟你说过聚灵丹是什么模样。在你的催促声中，老刘豁然睁开了眼睛。这一刻，蜘蛛感应疯狂响应，你的汗毛倒立，浑身鸡皮疙瘩猛增。你后退了几步，老刘的嘴角扬起一个不明所以的微笑。我不认识聚灵丹，但是我可以问他们。说着，老刘指向这遍地的尸体。你明白了一切，不可置信的吼道：“是你屠了临风阁，也是你屠了我们经过的那些村子。可是你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”曾经没有，直到6年前，我得到了这个。老刘的身上开始溢散出阵阵诡异的黑雾，一面黑烟滚滚的幡旗出现在他身后。万魂幡。第一次模拟中，同样是这一年，在你40岁的时候，白云县有一位手持万魂幡的魔道武者，在县城大肆屠戮，还害死了你的女儿。你万万想不到，那武者居然是老刘。老刘轻轻地抚摸着万魂幡，一脸爱不释手的表情。哦，陈老大也认识这宝贝，果然是宝物，名气就是大。想到一路走来那些被屠的村庄，你厉声质问道：“那些村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”对此，老刘丝毫不在乎，眼里闪着嗜血的光。只要能供养万魂幡，万魂幡就会反哺我修为。我这么差的资质，短短6年就达到了淬魂境。老刘不再掩饰修为，淬魂境的气息展露无遗，强大的真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你苦笑道：“别傻了，看看你的头发，看看你的脸，他不是在反哺你，他在利用你，这是个邪物，快把它丢掉！”听见你的话，老刘眼中红光消退，恢复了一丝清明。万魂幡突然剧烈抖动，那些黑雾如同活过来般，顺着老刘的眼睛、鼻孔钻了进去。黑雾入体后，老刘似乎变了一个人，声音异常沙哑，如万千道魂魄卡在他喉咙一起嘶吼。那又怎么样？变强不需要付出代价吗？老刘，你还是老刘吗？你简直令人恐惧。这就对了，只有让别人恐惧，才不会被人欺负。这是什么破世道？我遵纪守法，那些当官的拿我顶罪，害我充军。我的家人善良敦厚，被那些恶民吃了绝户。你敬佩的孙承恩将军又如何呢？还不是被逼死了？你管那些村民的死活干什么？自己活下去，变强才是天经地义，才是唯一王道。老刘一步步向你靠近，你被逼到角落，有心奋起反抗，但在万魂幡的气息压制下，你体内的真气凝滞，根本调动不起来。老刘向你伸出手，来吧，陈毅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无论是在军营里，还是从眼关逃出来，你帮了我很多次，我这个人知恩图报，这大宝贝你我共享，如何？蜘蛛感应疯狂跳动，你知道他在骗你，8成是老刘快老死了，万魂幡想找下一个冤大头。此时的老刘极有可能已经被邪物彻底控制，你不想狗带，慌忙举起一枚红色铁丸，这是孙承恩送你的一大堆灵气中的其中一个，名叫烟遁珠。你将烟遁珠往地上用力一砸，大量浓烟快速弥漫整个临风阁，同时从珠子里飞出一股清风，拖住你的双脚，让你的奔跑速度大幅提升。你趁着浓烟遮蔽老刘视线，全速飞奔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老刘眼都不演了，挥舞万魂幡，浓郁的黑雾瞬间弥漫整座临风阁，一道道黑雾缠住了你，任你如何挣扎也是徒劳。你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逐渐流失，你心有不甘，可终究无力了。就在此时，临风阁四周数道剑光隔空劈来，击散了黑雾。
你狠狠摔在地上，伤得很重，连爬起来都做不到。强烈的睡意让你眼皮越发沉重。失去意识前，你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你昏迷了7天，终于恢复了元气。清醒过来，你发现你现在居住在一个林间木屋之中，四周山水如画，空气清新，沁人心脾。你醒了。你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想来就是她一直在照顾你，将你从阎王门前几次拉了回来。恩公在上，请受。许玲珑见到你，许玲珑很高兴。太好了，恩公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现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。不是，你干嘛叫我恩公？叫反了吧？许玲珑向你说起他这些年的经历。当初在白云县当山贼，偶然碰到了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他的名字，还提醒他当心飞虎寨的二当家。这话许玲珑记心里了，一直小心提防。果然发现二当家有问题，在勾结官府。可惜他老爹徐虎太虎了，许玲珑嘴皮子都说破了。徐虎也不相信二当家会背叛山寨，没辙。当官兵上山围剿的时候，有所防备的许玲珑早早躲在了山寨外边，最后自己从密道逃生。后来他辗转来到三将军，被当地清汤门发现他有中阶根骨，于是收了他做徒弟。7天前，三将军所有宗门联合围剿魔头，恰巧救下了你，这恩情我也算是报答了。不知恩公今后有何打算？今后该何去何从呢？1. 找个小镇开个武馆，完成往日战友们的遗愿。2. 继续四处游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。3. 去找老刘，把万魂幡夺过来，这大宝贝是我的。姐，这都能遇到许玲珑，系统你故意的吧？模拟里也就算了，现实中我可不想和许玲珑有过多的纠缠。模拟中的我之前已经提过，想完成战友遗愿。再说单独和万魂幡两个一折腾，模拟中的我身体确实很差了，继续在外面游历也是活受罪，不如提前养老，说不定能多活几年，多抽点词条。模拟继续，你告别了许玲珑，在最近的马口镇落脚了。1个月后，承恩武馆设立起来，毕竟你打算拿出来的教材都是孙承恩当年给你的功法。第27年，44岁，你传授功法从不藏私，加之收的学费还低，慕名而来的学徒不少，武馆办得红红火火。这天，你在街道散步，远远看见了2个脏兮兮的乞丐，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个胖乎乎的，双眼分头站岗的乞丐，分明是大春呀！你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大春，更没想到他身边跟着的小女孩，居然是你三姐的女儿囡囡。你急切地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你们怎会在这里？我三姐呢？我姐夫呢？”大春本就不聪明，被你连环发问急得他直挠头，反倒是囡囡聪慧伶俐，把事情说清了。原来，在你被充军后没多久，沈青山也被冤枉成杀人犯，他拼死反抗，给三姐争取了逃跑的时间。情急之下，三姐只能将囡囡交给了大春，而他则独自一人跑进了巷子深处，分别前又回头看了一眼。片刻功夫，一伙追兵便顺着三姐的足迹追了过去。大春虽然傻，却也知道白云县待不下去了，所以带着囡囡逃了出来，一路讨饭到了马口镇。遇到你，大春和囡囡的苦日子算是结束了。2人在你的武馆住下，你心中的怒火难以平息。县衙为什么执着于害死沈青山？对了，等老子这把寿元将近的时候，不如去查个一清二楚。第28年，45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抽取成功。有妖气绿，凡妖所过必留妖气，妖气在你眼前可视化。第29年，46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抽取成功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你的修炼速度、肉身强度、血气等等不会随着身体衰老而衰减，且越老修炼速度越快，最高可以提升5倍。又出货了，还是史诗啊！因为单独和万魂幡的关系，你衰老的比正常人快，已经符合姜还是老的辣的条件。你用姜还是老的辣替换了认真的一拳。大春和你的外甥女已经住在这2年多了，大春每天帮着打杂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囡囡则和武馆里的学徒们一起练武。你惊讶地发现，她竟然有高阶根骨。你联络了许玲珑，推荐囡囡去了清汤门，希望她能在武道上有所成就。临走前，你给囡囡取了一个名字沈思清。舅舅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你这2年咳得越来越厉害，玲珑姨送你的药汤要按时吃，别嫌苦。沈思清临走的时候不断叮嘱，对你放心不下。第33年，50岁，坏消息是才50岁，你的身体机能仿佛7老80了。好消息是姜还是老的辣，对修炼的提速更快了，再努力必有收获。姜还是老的辣双重作用下，你这些年的武道境界有所提升，最近刚刚突破至巨灵3层。第34年，51岁，你听说南边又开始打仗了，通过和亲稳定下来的南疆局势再次动荡，有个整合了南疆百国的女帝强势崛起，开始反攻中原。第38年，55岁，你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这一点从修炼速度越来越快也能看出来。你已经巨灵5层了，姜还是老的辣的最高增速，就是在你快死的时候，你自知时日无多，是时候去白云县，让县衙给你一个交代了。你用认真的一拳替换了努力必有收获。认真的一拳，当你不使用武器和技能，仅用普攻时，力量提升10倍。你用羽毛球高手替换了过目不忘。羽毛球高手，你的右臂力量提升1倍，如果是左撇子则反过来。第2天，你来到白云县，表面一片祥和下，波涛暗涌，因为有妖气的作用，妖气在你眼里可视化。你发现这白云县里到处都有妖气漂浮，不知这当地的斩妖司是怎么回事？放任妖怪进城吗？你来到县衙，浑身展露的杀气立刻引来官差的注意，但这些凡夫俗子在巨灵境的你面前完全不够看。这是此次模拟来的第1战，你的热血沸腾吗？
衙门的捕快和捕头里也有武者，那捕头和你境界接近，与你对战不落下风。捕快在暗处放冷箭，趁你分神，捕头猛地发力夺了你的剑，以为胜券在握，却不知道苦功才是你的大敌，还仗着有铠甲想硬扛你的拳头。羽毛球高手和认真的一拳叠加，打出常态20倍的全力，那捕头当场去见了太奶。县太爷，别来无恙啊！朋友，我们认识是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认识你爹。没想到县令还能世袭，你们这一家到底走了多少关系啊？之前那位肥头大耳的县令已经死了，眼前这个是他儿子，长成了另一个极端，瘦得皮包骨头。你问起了你和沈青山的旧案，县令对你没印象，对沈青山却记得很清楚。当年沈青山拼死反抗，带走了县令的老爹，也就是上一任县令。县令是个软骨头，在你敲碎了他13根肋骨之后，他终于吐露了实情。白云县里有妖作案，县令将妖杀人的案件改为人杀人，而沈青山发现了端倪，一直在追查，所以才要除掉他。你越发摸不着头脑了。为什么要帮妖怪遮掩呢？因为风余城。住口！说风余城，风余城就到了，还如当年那般从天而降。风余城掐诀一点，4道光柱冲天起，整座县衙都被法阵笼罩。一名捕快质问道：“风主司，您这是做什么啊？”捕快们十分惊恐。风余城乃是白云县第一高手，修为深不可测，拿下一个小小陈毅，哪用得着法阵？风余城冷笑一声：“要怪就怪这个嘴巴不牢的东西。”一道白光闪过，瞬间洞穿了县令的脑袋。见此情形，捕快们乱作一团。可是县衙已被法阵封锁，他们跑不出去，被风余城一一屠杀。很快就只剩下了你和风余城了。此时的风余城脸上浮现一道道黑色纹路，跟魔化的老刘神似。风余城还记得你，陈毅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没死在充军路上，就找个穷乡僻壤苟活着便是。风余城不知道你确实是这么干的，只是被单独和老刘坑了，所以寿元将近。你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坦然坐在台阶上。斩妖司的主司居然是妖怪的保护伞，你图什么呢？见你没有反抗心思，风余城也不急于动手。若是长期有妖魔作祟，朝廷是要问罪当地斩妖司的。可那些畜生不吃人，就浑身难受。所以我想到了，把妖杀人的案件改成是人杀人，随便嫁祸几个倒霉蛋就可以了。那妖族能给你什么好处？力量！风余城的嗓音骤然变了，变得如同万千人同时嘶吼。我和你一样是地阶根骨，像我们这样资质差的人，要修炼武道有多难？而妖族能炼制血妖丹，助我突破天资的桎梏，不断提升修为。或许是同样的资质，让风余城愿意与你多说几句。陈毅，不要怪我，武道为尊的世界，我不这么做，就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。你冲他竖起中指，无声的说道：“咱们下辈子再斗。”模拟结束，本次模拟评价：过目不忘辅将星，忠魂倒帝国不宁，身怀残阳丝旧梦，白发全开黑夜明。恭喜你获得以下继承：1. 39年的游历记忆；2. 聚灵5层的修为；3. 过目不忘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梗共39个词条；4. 外功正阳诀精通，内功烈心诀熟练，武学焚云手精通，武学沈家枪精通。系统奖励瞬间到账，新的指引任务也出现了。模拟冷却中，剩余1年，你可以选择完成以下指引任务，直接获得模拟机会。指引任务：离开黑石帮，带大春前往白云县老家。奖励：1. 模拟次数+1； 2. 精品词条抽取次数+1； 3. 引灵丹+10。屋外传来敲门声，陈教官，弟兄们煮了宵夜，吃点吧。这什么啊？正宗铁牛牛肉面。我不吃牛肉。嘿。巨大的动静引来了附近巡逻的卫兵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牛肉，他不吃牛肉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不必慌张，那是个奸细，快跟我去库房。我方才从这奸细口中逼问出，他还有同伙，已经混入库房当值，今日准备将库房中的银两全部弄走。巡逻队长一听库房里的钱要被偷走了，那还了得？下个月岂不是没工资了？等一行人赶到库房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库房大门洞开，10几个帮众正在从库房里搬箱子出来。巡逻队长看到这一幕，当场就怒了：好你们这帮奸细，果然在偷银子！二狗子，你去通知帮主，其他兄弟跟我宰了这帮混蛋！搬运箱子的帮众回头看了看，后面没人啊，我们是把一些书籍档案搬出来晒太阳，防止上雷啊！没等他们解释，巡逻队的刀已经砍到了他们脖子上。干什么？姓胡的，你疯了！库房总管怒骂一声，和巡逻队长干了起来。趁他们干架干得欢，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库房。我随手扯了块布做一个包裹，将货架上的金银珠宝都给塞了进去。这都是靠压榨可怜人赚来的民脂民膏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让这些财富从人民中来，再回到人民中去。外边，四当家带着一群人赶到了库房门口，见库房总管和巡逻队长两边人拼得你死我活，他那简单的脑瓜子有些转不过来了。四当家，我抓住奸细了！四当家，他要造反啊！看着库房总管和巡逻队长两边人各执一词，他灵机一动，都别废话，没有人能骗得了我石老四，只要把你们都干掉，麻烦就没了。巡逻队长怒骂道：石老四你个蠢货，仓库总管想死的心都有了，来黑市帮混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打吧打吧，狗咬
搞一嘴毛。咦，这面具好熟悉！面具整体为白色，眉心处有一个黑色火焰图案，不正是那伙屠戮洛丁村的人戴的吗？此时，门外的石老四已经将斗殴的2伙人全部干掉了。我就说嘛，没人骗得了我石老四。喂，石老四，这个认识吗？我冲他晃了晃面具，石老四只是瞥了一眼，目光随即落在我背着的包袱上。姓陈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堂堂4当家，缺钱用的时候都只敢偷偷拿一点，你怎么能一下拿一口袋？看这货如此愚蠢，我也是气笑了。就这智商，甚至不配和大春坐一桌。一众黑石帮喽啰举起棍棒，也在呵斥着我放下他们辛苦压榨得来的钱财。吵死了！我展露淬魂境修为，强大的灵气喷涌而出，黑石帮众人惊骇欲绝，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略微出手，便将他们全部击杀。再问你一遍，认不认识这个面具？石老四知道不是我的对手，表情无比真诚。陈大哥，我真不认识这个面具，你能不能拿个我认识的问我？我绝不说谎。那你没用了，可以去死了。看来想问清面具的由来，只能去找帮主13了。一路上还有不知死活的帮众想拦截，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何为对手。13看到我灵气外放，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了。不是，陈大侠，您早说您是淬魂境，这帮里的东西您随便挑，帮主的位子给您坐都行啊，我给你当苦力都没问题，何必搞成这样呢？有钱不赚王八蛋啊！这东西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东西还没看清，13便一个劲的点头。待看清后，他懵了，哪来的？你戴过？还是谁戴过？在哪戴过？13支支吾吾，汗如雨下。好一会儿，终于在死亡的压力之下，13的 CPU 过载运转，想起来了，那天从上游飘下来的不止你们2个，还有一个人。这面具就是戴在他脸上的。这面具很难毁坏，好像是灵气就留下了。那人呢？烧了。眼看有点线索就这么断了，我顿时怒不可遏，灵气汇聚，就要给13认真一拳。有线索！13狂吼道。那人身高6尺2寸，骨节粗大，是个练家子，致命伤在胸口，锐气。还有，他一头红发。红发，这倒是个发现，毕竟这方世界可没有染发的习惯，要么是血脉奇特，要么是修炼的功法特殊。听见水声，我才发现13居然不见了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他居然已经游到了河中间，水性真不是盖的。陈毅，末期中年穷，你给我等着！13还在放狠话，我已经在为他默哀了。在有妖气的作用下，我能清晰的看见一道黑气正快速朝他而去。看样子，没等到送饭的河神决定自己动手了。回过神来，天已经彻底亮了。我接上大春，先美美的吃上一顿羊肉馅包子，配2碗豆汁儿，真是舒服极了。随后我们换上干净衣服，起身前往白云县。3天后，我和大春来到白云县境内，翻过一道山梁，又遇到了老熟人，那个熟悉的水桶型美女。此山是我栽，此树是我开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看着对方还是连开场白都说不好，我忍不住发笑。怎么又是你？许玲珑很好奇，为什么要说又？我懒得废话，直接灵气外放，淬魂境修为展露无遗。山贼们都是识时务的，一齐跪在地上求饶。我没兴趣收拾他们，反正马上就有官差去围剿他们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咦，这是那个谁？你过来！被我指到那人吓了一跳，颤巍巍走过来。大侠，您叫我干嘛？你头发上为什么有红色？这人的头发很奇怪，大体是黑色的，偏偏中间有一撮红毛。我以前是赤心门的徒弟，我们赤心门修炼的外功叫星火功，这门功法的境界越深，头上红发就越多。听说门内长老都已炼制圆满，个个都是满头红发飘飘。赤心门嘛，终于查到点线索了。看在他们提供线索的份上，我把2当家是25载的消息告诉了他们，然后带着大春继续上路。到了白云县，我先去了一趟悦来客栈。根据模拟的情报，这里是安置大春的好地方。一见来了生意，老板娘十分热情的迎了过来。客官里面请啊，打尖儿还是住店啊？住店，每顿饭8个菜2桶饭。知道大春能吃，我直接多点些。得嘞，您楼上请。老板娘，你不觉得咱俩似曾相识吗？老板娘捂着嘴，花枝乱颤的笑着。客官，你是不是见到每个女人都这么吻？梅三娘我啊，可不喜欢比自己年龄小的哦。我打了个哈哈，就当无事发生。还好，模拟就是模拟，不是什么平行时间线之类的。安置好大春，我来到三姐家。三姐，见面那一刻，三姐喜极而泣。傍晚，沈青山也回来了，带了县里最好的汾酒，庆祝我劫后余生。晚上，我在三姐家住下，坐在床上，我运转灵气，驱散了酒意。指引任务完成，恭喜获得引灵丹成实，奖励发放中，请稍后。引灵丹发放完毕。我打开药瓶，顿时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。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精品词条抽取中。抽取成功，夺宝奇鼻，紫色史诗。好消息，你的鼻子现在能闻到一定范围内的至宝气味。坏消息，不是至宝你闻不到，出货了，果然是精品词条。有了这个，我不就可以去找万魂幡了？什么？你说那玩意儿是邪物？那是你境界不够，待我登上巅峰，自有大儒为我辩经。不过想到老刘的惨状，我当然不会真身去找万魂幡，先模拟里试试。随着指引，任务完成，模拟器冷却时间重置，模拟启动。
初始装备词条：模拟器彩，过目不忘紫，夺宝奇笔紫，低阶根骨绿，努力必有收获绿，蜘蛛感应绿，有妖气绿。你挣脱了黑石帮的枷锁，并亲手将他们物理超度。自洛丁村被屠后，你和大春终于来到了白云县，给大春交付了10坤年生活费后，你来到三姐家暂住。第1年，18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厉不厉害你坤哥？白，当你使用基尼太美词条中的唱、跳、rap、篮球等技能后，观赏者会被你的个人魅力深深迷住。是否调整词条？哟呵，还有武魂融合技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否。第2天，你起了个大早，路过书房，发现沈青山心事重重。你向他打听，他不肯说，还将手中的书信藏了起来。你果断展露淬魂5层的修为，比他还高一个小境界，着实震惊了他。他告诉你妖怪杀人的事，他怀疑县里有人和妖怪勾结。你告诉他不用怀疑，你知道幕后黑手，但是黑手实力强大，你俩斗不过。沈青山想到了主意，斩妖司会定期派出巡查使巡视各方，可以等那个时候揭发。你和沈青山商定，这段时间要隐忍，假装不知道，等待半年后巡查使到达。这是说定，你买了一匹骏马，星夜赶往老刘的老家巴州巫山郡洪洞县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你走遍了洪洞县每一个村庄，连人迹罕至的山林也没放过，可却什么也没闻到。难道这鼻子不灵？不可能，系统出品不可能出错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万魂幡还没出世。上次模拟是在第17年，老刘才获得的万魂幡。为了让洪洞县的一切不因为你的出现而产生偏差，你决定掐着时间过来截胡。返回白云县后，斩妖司的巡查使也到了。县城里一片张灯结彩，鞭炮不断。你听说胖得走不动路的县太爷当天亲自下地迎接你，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巡查使没有接受宴请和送礼。你觉得他大概率和风鱼城不是一伙的，但你生性谨慎，绝不会自己冲在前面。一转眼2个月过去，巡查使要离开白云县了。这天，胖县令和风鱼城一同送行。长街上，一名农妇突然冲出来，拦在大街上。有刺客，快拿下！胖县令一声令下，2侧的捕快纷纷拔刀上前。住手！巡查使呵斥一声，他瞧了农妇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“一个连修为都没有的农村妇人，如何刺杀得了本官？你上前来说话。”农妇跪地磕头，请大人为我伸冤，有何冤情？去衙门里说，本官为你做主。胖县令试图打断，巡查使怒瞪他一眼：“县令大人，有什么事？怕本巡查使知道，就在这儿说。”都是这狗官！农妇指着胖县令：“我们村里有妖怪杀人，他却拿我男人顶罪，可怜我那瘸腿丈夫，平时上炕都费劲，怎么能在一夜间连杀18人啊？”听见这话，胖县令急得肥肉乱颤。风鱼城脸色大变，默默后退一步，将众人护至身前。随着农妇的哭诉，越来越多的百姓走出来，跪在巡查使面前。他们或是家属被妖怪杀死，或是有家人被衙门拿去顶罪。巡查使大人，莫听刁民胡言，这白云县朗朗乾坤，哪来的妖？胖县令还试图狡辩。沈青山的出现掐灭了他最后的幻想。巡查使大人，这是属下绘制的白云县妖怪分布图，共有3处巢穴，请您过目。沈青山拿出的图纸是你依靠有妖气绘制的。你躲在人群中，默默关注着风鱼城。此时风鱼城已经退到人群最后，分明是要跑。你没有冒险上前拦截，只是高声呼喊。风鱼城不愧是白云县第一高手，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，已经跑远了。解决完风鱼城一事，白云县也算恢复了平静。你打算去赤心门看看，毕竟红头发的线索指向那里。第2年，19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一族最严厉的父亲金。当你与非人族战斗时，攻击力提升100倍，非人族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条件弱化100倍。同时，你不会被异族通过任何形式蛊惑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战斗吧，勇士！哇哦！你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对异族特工，我打异族剧痛，异族打我不疼。金色词条必须带上。模拟中只有每年抽词条的时候才能调整，万一碰上妖族没带这个词条，可就亏大了。你用异族最严厉的父亲替换了努力必有收获。2个月后，你来到赤心门，你资质虽差，但修为还算不错。赤心门同意你入门，却不是弟子身份，而是门人。门人不用拜师，也能学习门内功法，领取修炼资源，但同时要担任一定的职务，为宗门发展、管理之类的做贡献。你被安排做了巡门，每天跟着巡逻队在宗门4周溜达1圈就行了，剩下的时间你都可以自己修炼或者干别的事。第3年，20岁，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。外语要学啊，绿，你的语言天赋点满，能以极快的速度掌握其他语言。有人教授时，学习效率翻倍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你选择了否？来到赤心门已经1年，对这个门派的一切都已熟稔。果然如之前那个山贼所说，因为赤心门大多数人都修炼了外功星火功，由于功法的副作用，功法越熟练，红头发越多。在赤心门里，基本都是看头发识人。哼，一缕红发的蝼蚁，竟是半头红发的前辈，晚辈有礼了。这就是满头红发的长老吗？飘逸，你学会了赤心门人打招呼的句式。
过去1年，只有低阶根骨的你修为进展缓慢，仍旧停留在巨灵5层，调查也陷入了困境，目前还没找到什么有用的情报。只有一个怪事，门内有座古塔，每次你跟着队伍巡逻经过这里的时候，蜘蛛感应都会生效，让你起一身鸡皮疙瘩。林师兄，那座塔里有什么？那是师祖闭关的地方，不经通传闯入，后果很严重。之前就有个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后，被老祖无情击杀。第4年，21岁开始词条抽取。抽取成功，进步绿。当你有意控制脚步的时候，可以不发出声音；当你静止不动时，神识无法探查到你的存在。是否调整词条？这个词条有用，能帮助我在赤心门调查线索。换哪个下来呢？你用进步替换了有妖气。这一天，当你巡逻经过古塔的时候，发现蜘蛛感应没有响应。对了，最近青州搞了个什么门派交流大会，老祖带着一帮杰出弟子外出了。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？门内大多数地方你都搜查过了，只有这个古塔不曾进去过。天黑后，你悄悄来到了古塔附近，蜘蛛感应依然没有反应，说明进入这里是安全的。你爬到塔顶，找到一扇没关严的窗户，壮着胆子钻了进去。这座塔总共7层，你从1楼溜达到7楼，每一层都空荡荡的，啥摆设也没有。但是地面很奇怪，每一层的地面都刻画着复杂又具备某种规律的图案，你看不懂，但你仍仔细观察，想用过目不忘给它全记住，回头再去研究。忽然间，你脚下的符文亮了起来，同时蜘蛛感应也开始了疯狂响应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闪身跳到了窗户外面，随着红光越发浓郁，2道怪异黑影缓缓浮现。传送阵，这可是空间阵法，赤心门这种2流宗门怎么会有？塔内的人在对话，但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你很后悔没把外语要学带上。什么人？这句话你听懂了，但你一动不动。在进步的作用下，里面的人无法通过神念发现你。又等了片刻，突然一阵奇异的波动传来，你受了内伤，但你仍旧一动不动。不管这里有没有人，既然不敢露面，定是弱小之辈。方才我释放的通贯魔音都足以让他毙命，还是大人严谨的，佩服佩服。你暗自庆幸，幸亏有一族最严厉的父亲，受到的伤害削弱了100倍。传送阵再度亮起，那2道人影消失了，但是蜘蛛感应还在，说明危险并未离开。你继续保持不动，等了1个时辰，危险终于离开了。今晚真是太险了，差点就提前结束模拟了，好在有所收获。第15年，32岁，你用有妖气替换了进步。一转眼，你在赤心门已经待了15年，你已经从一名小巡门混成巡逻队长了。这天，你依然照常打卡上班，在宗门外围的山林里，你猛然看见大量浓郁到形成雾霭的妖气，妖潮，漫山遍野的妖怪从山林里冲了出来。你懵了，不就一个2流宗门吗？至于来这么多妖吗？未免也太高看赤心门了吧。门内所有弟子、门人、长老以及平常难得一见的宗主、老祖全都露面了。众人在山上看着妖族大军横推而来，无不错愕。然而这还不算完，天空中阴云密布，青绿色的鳞片忽隐忽现，一头庞然大物在云中游走，伴随着沉闷的雷声，巨兽的脑袋从云中探出。妖族圣兽青龙！天哪，我赤心门犯了哪条天条，竟引来这等强者？这一刻，连最强的宗主都毫无斗志，颓废的跪在地上。赤心门完了，不能再这陪葬。别人可能跑不了，但是你有传说词条，不是没有机会。一族最严厉的父亲发力，你对异族造成伤害提升100倍，异族对你造成伤害削弱100倍。你一路杀出重围，逃往后山。远远的，你看到传宫阁长老尹瑞正被一头猪妖攻击，他被猪妖狠狠撞飞，却死保着怀里的箱子不松手。不用猜，这箱子里肯定有宝物。眼见对方陷入危险，你果断出手。异族最严厉的父亲发力，100倍攻击力，一拳便将皮糙肉厚的猪妖送去见了太太。他见你如此生猛，大为震惊。尹瑞将肩上的箱子递给你，陈毅，这些功法是我赤心门最重要的宝物，你带他们走，来日重振赤心门全靠你了。尹长老，你呢？赤心门养我一生，今日他有难，我愿同生死。去吧，陈毅，我为你抵挡片刻，只盼来日你能重振宗门。你十分感动，扛着箱子溜得更快了。数日后，你来到东池镇，租下一间小院，一路逃亡的疲惫在此刻爆发。睡醒后，你开始整理此番所得，打开箱子，一堆功法映入眼帘，都是高阶功法，怪不得尹瑞拼了命也要保下。你随便挑了一本拿起来看，发了，这可是高阶功法，普通武者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本，哈哈哈。之后，你就在这个小镇暂居，更换更高级的外功、内功，学习高阶武学。第16年，33岁，正在抽取词条，抽取成功。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史诗，你每天可以指定一个目标，验证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替换了蜘蛛感应，你用游龙戏凤替换了有妖气。反正今年无事，就好好爽一年。不过就这一年，下一年得办正事了。下一年是第17年，获取万魂幡的时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白天钻研功法，晚上钻研技法，生活过得很充实。外功替换为心炎玄功，内功替换为纯阳引灵玄功，2本都是火属性高阶功法，使得你进步神速，境界一路飙升。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，一年之期明天就要到了。今日你打算最后放纵一晚。去往春香楼的路上，远远的你看见了2道人影挡在了你的必经之路上。高兄，公主中了情花毒，若是今夜不解毒，性命难保啊！要解情花毒，只能阳气入体。
可你我乃是太监，那只能去抓一个了。正好附近就有个男人，你已经转身要离开了。听到这话懵了一下，附近有个男人，该不会是我吧？一抬头，那矮个男子已经出现在你前方5步的位置。他呵呵一笑，对，说的就是你。你转身要走，却被他一把揪过来，扛在肩上。对方实力奇高，巨灵8层的你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只见两侧景物飞退，不知何时出了阵子，来到一座山洞前。你往洞内看去，见到了你此生最难忘的景象。山洞内光线昏暗，中心的石台上似乎躺着一个女子。你凑近一看，此女身着龙袍，一看就知道身份不凡。只一眼你就着迷了，绝不是因为你好色，而是她实在太美了。事情你都听见了，我们需要你帮忙。完事之后，你要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想了想，惊讶道：“她是公主，如假包换。那我完事后还能活？”矮个男子冷笑一声：“你若不拔刀相助，现在就活不了。闲话少叙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。老艾，我们走。”说完，那2人转身便走。你没有犹豫，大步进入山洞。出生的晨曦照进山洞，你俩四目相对，气氛略微尴尬。还是他打破了沉默，说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叫李灵月，封号百花公主。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去南疆大食国和亲，路过此处。事情发生在今早，她不愿意嫁给大食国王那个又老又胖又丑的家伙，所以她中途略施小计，从宋清队伍里逃了出来。可惜大前皇帝给他安排的2位近身侍卫都是凝神境的高手，他还是被追上了。他性格刚烈，不愿就范，看见附近有一株毒草断肠草，毫不犹豫的就往嘴里送。没想到他认错了，那不是断肠草，而是情话。之后的事你就知道了。百花公主看着你，她想说什么，想了想，还是没有开口。但你猜到了她的心意。你希望我带你走吗？听见这话，百花公主眼里闪过微光。可你不是高叔和艾叔的对手，下次不一定。公主，我们进来了。矮个子护卫进来，看了一眼百花公主，确定她平安无事，便朝你一拳轰来。休想！百花公主毅然决然地挡在你的身前。公主绝不能妇人之仁，关乎皇家颜面，此子绝不能留。百花公主大步上前，身上竟隐隐流露出上位者的威严。皇家颜面，可笑，用女人换和平的皇家，还有什么颜面？高个子护卫低头抱拳。公主，现在不是谈政治的时候，此子不除，今日的丑事宣扬出去，您在南疆也会有性命之忧。丑事？哪来的丑事？我与陈郎两情相悦，怎么丑了？你感觉百花公主现在气场全开，和刚才的柔弱小女人判若两人。最终，百花公主强势保下了你，但和亲还要继续。分别之时，她泪眼婆娑，好像真的已经爱上你了。此一别，不知何时再相见。不会太久的，你低声在心里说道。对你来说，下次模拟就能再见，可是对百花公主来说，却是漫长的一生又一生。第17年，34岁，你用有妖气替换了游龙戏凤，你用蜘蛛感应替换了全场唯一真预言家，你终于来到了今生的关键转折点。你来到了老刘家人的坟墓附近，远远的你就看见了老刘正跪在墓碑前哭丧。你们好惨啊！这天杀的世道啊！他正哭着，坟墓忽然炸了，一面黑帆裹挟着黑雾飞了出来。万魂幡落下，浓郁的黑雾升腾而起，结结结，伴随着刺耳的笑声，黑雾中浮现出一张看不清五官的脸。哦，悲伤的刘老九之子刘狗圣友，你渴望得到力量吗？我要力量，我要打碎这世间的不公和黑暗，我要让所有欺负我的人恐惧。哦，我的朋友，你是真正的勇士，那就来吧，抓住这份来自深渊与噩梦的力量。虽然这可能会让你付出小小的代价，但是那又算什么呢？老刘此时状若疯癫，显然已经被万魂幡蛊惑了。偷袭！这个造化太大，你把握不住，让一哥来。万魂幡见老刘不中用了，又朝你飞来。你渴望力量吗？他声音是灵魂波动，蕴含着强烈的蛊惑效果。但是你有异族最严厉的父亲，免疫一族所有蛊惑。万魂幡不是人，所以也算异族。万魂幡察觉到不对劲，加大蛊惑力度。我朋友，你渴望打碎这世间的黑暗和不公吗？你一把抓住万魂幡本体，就他妈你叫万魂幡是吧？你管他这那的，冲着万魂幡就是一顿老拳猛揍。我靠！什么假冒伪劣产品？帆虽然断了，但黑色的雾霭没有消散。混蛋！我好不容易捡到的一面干净的黑帆啊！你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是万魂幡吗？怎么没有实体？废话，我是仙气器灵，没有本体我也照样能存在，就是会越来越虚弱，需要赶紧找个冤大，不是找个有缘人互帮互助。经过一番友好的交流后，你对万魂幡的情况有了基础的了解。这家伙的确只是一团器灵，它的本体遗失了，但它可以附着在任何器物上，这些器物越接近本体的形态和品质，它就能发挥出越多的威力。小兄弟，今天你可算来着了，只要你让我认主，
今后我定助你迎娶大家闺秀，出任王侯将相，走向武道巅峰。认主没问题，你要怎么帮我走上武道巅峰？简单啊，多杀点人，在那些新鲜的生命刚刚死亡、灵魂还未消散之时，将这些美味的灵魂交给我，我会炼化这些灵魂，得到他们的魂力，以我3七分成。你提升修为，我修复灵体，一起变强。我拿7成不太好吧？你是3，我是7。你举起砂锅般的拳头，万魂幡怂了。呜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说完，气灵发威，一阵强烈的白光闪过，碎裂的黑帆恢复了原状。就此，你们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当然不是杀人，而是斩妖。从今日开始，与我降妖除魔，收摄天下厉鬼恶灵。洪洞县老沟村一群村民正在向山神祈福，他们将一个5、6岁的女孩推到神像面前。那神像面目狰狞，形态丑恶，也不知是哪方神仙。忽然，神像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乡亲们，山神接纳了我们的供奉，我们的祈愿都会实现的。太好了，明年肯定又是个丰收年。山神大人，您快来享用美味吧！村民极其亢奋。放开那女孩！哪来的疯子，竟敢冒犯山神？外乡人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愚蠢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幸福生活，只能靠自己。说完，你大步上前，扑通一拳将神像砸了个粉碎。霎时间，狂风骤起，大胆狂徒，毁我香火神像，你可知罪？声音再次也回荡，震得人耳朵嗡嗡的。山神显灵了！村民们全都匍匐在地，对着残破的神像拜个不停。山神饶命啊！毁坏神像的是这个卑鄙的外乡人，我们老沟村对您一向敬畏啊！狂徒，拿命来！一道青光来势凶猛，击中了你的后背。你岿然不动，他反被弹飞了出去。青光不信邪，对着你360度全方位多频段攻击。一族最严厉的父亲发力，100倍弱化下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和挠痒痒没有区别。你玩够了，一巴掌打散了青光，现出妖怪本体，浑身脏兮兮、骨瘦如柴的灰毛狼，头上还戴着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。废物，你除了弄我一身口水，还能干什么？狼妖连吃奶的力都使出来了，见你只是衣角微张，又羞又怒之下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去见了太奶。神仙下凡了！村民们转头对着你跪拜个不停。你对这帮愚昧的村民无语了，警告他们不准再进行人祭，随后便离开了老沟村。这妖杀了，魂也吸了，怎么感觉我的修为一点也没有提升吗？哪有这么快啊，哥们，炼化是要时间的，而且数量太少。你看刚才那些村民愚昧至极，活着浪费粮食，杀，把他们都杀光。万魂幡又开始蛊惑你了，可惜在金色词条面前毫无作用。第18年，35岁，你带着万魂幡追踪妖气，四处斩妖除魔。因为有妖气能分辨妖的强弱，所以你基本不会翻车。随着万魂幡中的妖魂越来越多，万魂幡反哺修为的效率越来越快。第20年，37岁，由于你修炼心炎玄功，导致越来越多的头发变红，现在你也有了一头飘逸的红发，加上你四处除妖，在江湖上有了名气，有好事者给你取了花名红发斩妖人，简称红发。第22年，39岁，武道境界提升至巨灵12层，12正经修炼圆满。可是低阶根骨限制了你，始终无法冲击淬魂境。淬魂，这是我专业啊！万魂幡又在蛊惑你了，他抛出一个万魂灌顶阵，要你集齐1万生魂，就能帮你灌体，突破淬魂境的瓶颈。在你充满爱意的拳头交流下，万魂幡修改了法阵，只要300妖魂，再给他找个中阶灵气的身体，就能发动万魂灌顶大阵了。第28年，45岁，正在抽取词条。随着你武道境界的提升，词条库里绿色、紫色光点明显增多，但它们仍在高速流转，难以捕捉。抽取成功，灵机一动，你的脑子里会偶尔灵光闪现，有可能为你带来一个绝妙的主意，也可能让你瞬间悟性爆发。但愿那不是个馊主意吧？是否调整词条？哦，一个低配版的增强悟性的词条有用，但不多，暂时格子紧张，以后再说吧。你选择了否？这些年来，你四处杀妖，收取魂魄的同时，贩卖妖族材料，赚了不少零食。你来到藏兵楼，请炼器师傅为你打造万魂幡的灵气本体。3天后，那位手艺精湛的老师傅为你铸造了一件高阶灵气版本的万魂幡。对方看着出炉后酷酷冒黑烟的黑色大幡，陷入了迷茫。这是什么幡？降魔幡。由于红发斩妖人大名远播，对方相信了你的说辞。2天半后，你来到了1郡之隔的南阳郡，这里有一位精通阵法的散修武者在此定居，你与他是旧识。莫叶兄，有个阵法需要你为我布置一番，关系到在下能否突破淬魂，拜托了。无论成功与否，我都准备了一笔零食作为报酬。哈哈哈哈哈！陈兄何须谈什么报酬，布个阵法而已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有阵法图纸吗？待我一关，即刻为你布阵。你取出万魂灌顶阵图纸，这个阵法看上去极其复杂，反正对你这个外行人来说，图纸和天书没区别。莫叶看了一眼后，方才的淡定顿时不见了。陈兄，我们还是聊一下报酬的事吧。
看来并非举手之劳。数日后，在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后，莫叶灰头土脸的，好像一名汽修工人似的，从你帮他挖的阵法纹路壕沟里跳了出来。行了，运行了，启动成功了，全通路点亮，临时正常消耗，没有爆炸，没有熄灭，功能测试正常。你感觉他有点像你前世的老本行程序员，也不知道他搞的这个阵法有没有 bug。阵法布置成功后，你将报酬给了他。莫叶识趣的主动离开，对于窥视你的秘密没有兴趣。常在江湖飘的都知道，没有边界感容易死。开始突破万魂幡，该你表演了。如今拥有高阶灵气身躯的万魂幡威风八面，幡面一开，遮云蔽日，仿佛来自地狱的浓雾直接将半座山头笼罩在里面。300道妖魂被释放出来，大量灵石在阵法内燃烧着，阵法开始运作。准备好了没有？灵气淬体时会很痛哦。你目光坚定，道心如铁，区区疼痛，皱下眉头算我输。随着妖魂灌入你的身体，万魂幡大为震惊。他前几任主人不乏心智坚毅之辈，无不痛的死去活来。可你不仅眉头没皱，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这波被你装到了，你提前替换了超兽的痛诀，现在的你感觉不到一丝疼痛。300妖魂消耗完毕，漫天的黑雾消散，一道金光落下，你只感觉浑身舒泰，忍不住长啸一声。终于淬魂境，你成功进入淬魂境。迈入淬魂境固然欣喜，但这不过是漫漫武道的其中一关，在你前方仍有很多大山需要翻越。对于资质平庸的你来说，你比别人翻山还要更难。感觉我有点凡人修仙那味儿了呢。第29年，46岁，正在抽取词条。抽取成功，反骨经。如果你只有低阶根骨，且无特殊体质，也没经过天才地宝重塑肉身等，你领悟神通将不受天地规则限制，且神通悟性增强10倍。修炼尘世中，缘愁万事空，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传说级词条，而且完美适配你现在的状况，当然选择带上。随着实力进步，大前境内那些零散的小妖，你已经看不上，决定去东荒闯一闯。出发前，你先去了白云县，悦来客栈生意依旧红火。这次你抢走了万魂幡，没有魔道武者来屠城了。你见到了大春，他在客栈过得很开心，每天打杂，伙食顿顿有肉。你给了老板娘一笔银子，请她多照顾大春，她高兴坏了，满口答应你。随后你来到三姐家，敲响房门，等了片刻，门内探出一张二师兄的脸来。你瞧他肥头大耳，他瞧你发色奇异，相互之间都吓了一跳。大爷，隔壁沈青山家搬去哪儿了？沈什么山？沈青山啊，大爷。什么青山？看着大爷要跟你皮，你果断掏出掩铁重剑，随着碎石飞溅，大爷立刻坐直了身子。你说原来的沈家啊，自从沈青山被带走后，他们家就落魄了，在城里住不下去，搬到乡下去了。谁带走的沈青山？2个从天而降的武者，从天而降！你惊呆了，能御空的武者至少是武王境，整个大前都是第1等的存在，怎么会来劫走沈青山？还来俩！你从热心老大爷处打听到三姐住处，一路来到火旺村，大老远你便看到一群地痞流氓正在闹事，三姐母女被他们围在中间，地痞头子一脸的坏笑。陈玉，乖乖把女儿嫁给张老太爷，否则怎样？你突然出现，吓了地痞头子一跳，他刚想开骂，却看到你那一头飘逸的红发，眼珠子一转，否则以后我们再也不来了。小刘，问过我的万魂，手中剑了吗？你动作很快，凡人根本看不清，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完事了。你心善，没有取他们性命，只是给他们留下了终生的残疾和少许心理阴影。出了什么事？三姐叹了口气，向你叙说起这些年的遭遇。10年前，沈青山被人强行带走，三姐一家失去了依靠。张老太爷想强娶沈思清，三姐不答应，他就变着法的为难三姐，带着地痞到三姐家里打杂，逼得母女俩只能搬家。三姐做小生意维持家用，张家就派人来闹事，砸了三姐的摊子，还逼着三姐赔偿误工费。三姐没办法，带着女儿躲到乡下来，结果还是逃不脱张家的纠缠。张家嘛，明天某位不知名的魔道武者将经过白云县，请做好迎接准备。对了，三姐夫到底被谁带走的？陈韵回忆起10年前的事。什么？我是你们星空沈家遗落在五域的血脉传人？是的，你就是。我们堂堂武王还会骗你一个淬魂境小修士不成？年轻人，我们沈家可是太古古族，住在9天之外的星域中，各种武道资源绝不是五域能比的。不说了，跟我们走，这是你的机遇，能把我妻女带上吗？不行，你的身份地位太低，没资格携带域外家眷。如果真想把妻女接到域内，只有在沈家提高待遇才有可能。那2人说完，就强行把你姐夫带走了。他们怎么走的？噌的一跳，就飞上天了。奇怪，他们凭什么确定三姐夫就是他们沈家人的？你姐夫当时也问了，那胖老头说过，凡是能修炼正阳诀的都是沈家人，如果是外人，修炼不了沈家的家传功法的。这泼天的机缘怎么轮不到我头上呢？我为嘛就不是某个大家族的沧海遗珠呢？
不对，我也修炼了正阳诀啊。第2次模拟的时候，三姐夫给了我4本中阶功法，这正阳诀正是我主修的内功。那个时候我带着词条，努力必有收获，努力必有收获，只要持之以恒做一件事，一定会有收获，但不一定很多。所以我并非沈家血脉，只是因为词条的关系才学会了正阳诀。下次模拟截胡一下三姐夫也不错，反正也不影响现实。钱塘江上潮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沈毅呀！模拟继续。次日，你给三姐留下了一笔钱，随后离开了。当然不是真的离开，你带着酒桶去了白云县城。据说一位魔道武者到张家做客，因为豆腐脑是咸的而大发雷霆，屠了张家全族。从此整个白云县的豆腐脑都是甜的。第31年，49岁，你一路向东，踏上新的旅程。这天，你翻过了中原和东荒的分界线苍穹岭，这条五域境内南北横跨最长、平均海拔最高的山岭。你正式踏上了东荒大地。这里人迹罕至，入眼皆是参天巨树、深山老林。不过，东荒并非完全没有人，五域战力最强的无极剑宗就坐落此地。数千年来，无极剑宗是人族抵御大荒妖族进攻的第一道防御线，所以深受五域武者的敬佩。第32年，50岁，你又换上了姜还是老的辣，你的战斗力不会因年老而衰弱，有妖气能追踪妖怪轨迹，蜘蛛感应能预知危险，有强大的妖兽出现，你都能提前避开。凭借一族最严厉的父亲，着实让你在东荒杀爽。这一年收集的妖魂比过去5、6年都多，唯一可惜的是收集到的妖族材料无处售卖。你在这想看见一个活人都难，卖给谁去？总不能卖给妖族吧？你的修为突飞猛进，达到淬魂4淬。哎呦，不错哦！只要妖魂够，修为提升很丝滑，一点瓶颈都没有。万魂幡得意洋洋，那可不，都说了我是仙气，以为跟你闹呢。你追踪着淬魂境的妖气，来到了一处山谷，此谷两边悬崖耸立，内部空间狭窄，杂草丛生，只有一个不到3米的谷口出入。你一进入山谷，蜘蛛感应就响了起来。不对，这四周太安静了。风景扯呼！当你准备撤出山谷的时候，却发现谷口已经被一只体型硕大的牛妖挡住了。嘹亮的鹰啼响彻天空，抬头一看，天空之上，数只鹰妖凶厉的目光睥睨着你。这还没完，山谷内丛生的杂草之下，无数妖族缓缓探出。一只金毛鼠妖走在最前头，红毛人族，今天我看你往哪跑！想不到你们妖族也懂计谋呀！废话，你拿我们当野兔杀呢？这2年杀了我们多少兄弟，把我们族人的灵魂囚禁在那破幡之中，为你所用，让他们死也不得安生。你尴尬的挠了挠脸，站在妖族的角度，你确实是个魔鬼。罢了他们！随着金毛鼠王一声令下，万妖发起冲锋，大地震颤，凶悍的妖气扑面而来。你丝毫不惧，照出炎铁重剑，准备迎敌。来吧！让你们看看父亲的怒火！由于一族最严厉的父亲的关系，你打妖族100倍暴击，基本一拳一个，他们打你100倍弱化，金身境的妖族都破不了你的防。你红发飘扬，纵横战场，气盖山河，如此绝境激发了你心中的热血，忍不住想要赋诗一首。弟兄们上啊！这魔头不除，我等将不得安宁！妖族竟率先喊起了口号，他们不计牺牲，前仆后继地对你发起冲锋，你顿时压力陡增。妖族们如此壮烈，你感动的拳头更用力了。宝剑不知疲惫，可人的体力中有极限，你越来越累，受的伤也越来越多。妖海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，你想突围，山谷里唯一的出口被仿佛坦克一样的牛妖堵得死死的，你只能不断战斗。激战半日，你已不记得砍了多少妖族，脚下的尸体堆积成山，立身在10几米高的妖族尸体之上，一手万魂幡，一手砍卷了刃的炎铁重剑。你终归是走到了末路，在妖海战术之下，他们活活将你耗到了力竭，只需再来上一个冲锋，你肯定要完蛋。万魂幡在一旁说风凉话：“哥们儿，你这也不行啊！早知道这样，你还不如把元气给我呢。”你大爷！这位魔道小友，我看你半天了，明明只有淬魂境，为何能让这些妖族如此棘手呢？我虽手持万魂幡，但我并非魔道，只是一位行走天下的斩妖人罢了。见到又有人族到来，金毛鼠王顿时慌了，快杀了红毛人族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一群妖族精锐向你发动最后的冲锋，你握紧卷刃的长剑，准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在这场战斗中结束这一生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你稳稳的托起，带着你原地升空，从上方飞离了山谷。有鸟妖想追你，那老哥随手打出一道剑气，鸟妖瞬间立正，直挺挺的摔了下去，解决了追兵。飞剑立刻加速，眨眼间你们来到一座山巅，多谢老哥搭救，诚意没齿难忘。不管你是正道魔道，终归是我人族。我看你这万魂幡里只有妖魂没有人魂，可信你3分。你暗自庆幸张老太爷一家的魂魄由于太弱，早被妖魂吞噬干净了。说起来，阁下莫非是有什么特殊体质，能克制妖族？就算有万魂幡帮你，能对付那么多妖族，还有比你境界高的存在，未免太神奇了。对，我确实有特殊体质，
妖族克星。好一个妖族克星，可惜你只有低阶根骨，能修炼到淬魂境已是不易，今生恐怕再难有突破了。不然这两族的平衡就要在你手上打破了。也许是看在你特殊体质的面子上，他送了你一枚玉牌，说是危急时刻注入灵气可以呼救，附近的无极剑宗门人会有所感应，他们自会赶来驰援。好东西，打不过就呼叫援军，还是五域第一无极剑宗。第41年，59岁，在万魂幡的反哺下，你的修为达到了淬魂境巅峰，距离金身境就差临门一脚了。可这一脚，你踢了4年，愣是踢不进去。不是哥们儿，就你这根骨，再怎么修炼也突破不了金身的。小娃，你好歹也是仙气，就没点办法让我突破金身境？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找到地脉，我就能助你突破。所谓地脉，可以理解为大地的气灵汇聚无数天地精华，但这玩意是活的，会在大地里乱窜。第42年，60岁，你换上了夺宝奇鼻，四处寻找地脉。第43年，61岁，你一天也不曾歇过，踏遍名山大岳，寻找地脉中。第47年，65岁，不知不觉秋去冬来，你已步入了老年状态，依旧寻找地脉中。这些年，你过的基本上是野人的生活，居无定所，四处游荡。这日，你正对着湖面梳洗，清理自己打结的胡子，忽然间，你闻到了一股异香，有至宝出世，夺宝奇鼻发动了。你顺着香味狂奔，一阵狂风从你头顶吹过，你抬头看去，雷声沉闷，厚重的千云正缓缓裂开，数道流光划过，正是冲着至宝方向去的。你看到远处有9只头生龙角的四蹄巨兽，拉着一辆金碧辉煌的金色辇车，在天空上风驰电掣，帅的一批。九龙拉车吗？讲究。你刚说完，就有更牛的大佬登场，一艘青铜巨舟横空而过，好似航空母舰在天上飞，简直惊掉了你的下巴。这次至宝出世的动静极大，引来了各方大佬。你知道自己肯定抢不到，但是你得去经历，这样才能继承这段记忆。下次模拟，说不定你可以提前各方大佬一步，截胡成功。远远的，你看到一尊青铜巨鼎矗立在大地上，周边已经围满了人，各个气息强悍，都是大佬级别的人物。突然，白色光焰化作蘑菇云腾空而起，恐怖的冲击波迎面来，将你席卷起来，带飞出去上千米。你这一大把年纪了，这么摔一下可不妙。眼看这次模拟就要结束，可好巧不巧，在你着陆的地方，有一只鳄鱼妖正在晒太阳。你人在半空，脑筋急转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我是你亲爹！一族最严厉的父亲发动，血气暴涨100倍，肉身强度瞬间提升。这一摔，你砸死了鳄鱼妖，自己屁事没有。感谢你，顺手扒了鳄鱼皮，准备做个裤腰带。与此同时，数道流光从你头顶飞过，落在四面八方。或许是老天眷顾，有一道流光落在你附近。这里远离中心地带，只有你一人。你一路追过去，看见一把青铜古剑，剑长3尺，周身寒光粼粼，仿佛有阵阵杀气盘旋其上。宝贝，好宝贝呀！你兴冲冲赶过去，准备拔剑，一个光头和尚却抢先一步将青铜战剑拔了出来，随手塞进了他身上的小布袋里，还心满意足地拍了拍。喂，秃驴，我先看见的。施主切莫激动，此物与我佛有缘，贫僧只是代佛祖取之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和尚骤然消失。你知道他是个高手，但是不妨碍你一肚子火气。好在上天眷顾，又有一大堆宝物飞了出来。看方向，有一道是冲着你这边来的。你追逐流光，在地面上狂奔。此刻，你有一种在玩吃鸡时追空投的感觉。又有一件宝物砸在了地上，是一份玉简。功法这么郑重，最少地阶。你赶紧扑过去，身旁一股劲风刮过，刚刚那个死光头又来了。他淡定地将玉简捡起来，拍去上面的灰尘，正而重之地放进他的布袋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此乃魔道功法，碰不得，待贫僧带走销毁，以免疑惑人间。秃驴，你别光盯着我啊！抢宝物的人这么多，你去截胡他吗？那和尚哈哈一笑，在场高手云集，贫僧能打得过的只有你。听见这解释，你竟然无言以对。接下来空投又落了几次，但你没去追了，没实力，追到手反而是祸事。小万，这里为啥那么多宝贝？人会聚集在强者身边，这些灵气也是如此。那里边的到底是啥？竟然引来这么多宝物？仙气之上，大道仙气，从气息来看是木属性，便是传说中的九州鼎了。九州鼎出世，天下武者势力闻风而来，举办了问鼎大会。大佬们自持身份，不愿出手，由各方势力的年轻一辈打擂台，最后赢的势力获得九州鼎。这一点也是为了防止人族内耗，被妖族乘虚而入。由于问鼎大会持续时间长，到场的武者自发组织了方式，你把这些年积攒的妖族材料拿出来卖了，着实赚了一笔。之后，你也在这摊点闲逛，发现这方式热闹非凡，连平日里极少见的储物灵器都有卖。你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一个储物戒指。不是，哥们儿，咱们之间的信任呢？万魂幡也有储物功能，他对你购买储物戒指的行为十分不满。得了吧，放你那儿的灵石每个月都要减少3.2%，你一个气灵居然还会复式技力。在问鼎大会上，你看见了当初救你的无极剑宗门人，他有一个响彻五域的名字剑主。当你看着剑主的时候，剑主也看向你，冲你微微一点头。老和尚十分诧异地问道：“你认识剑主？他救过我，还送了我一个玉牌。”说着，你摆弄一下腰间的玉牌。老和尚看了一眼玉牌，微微一笑：“阿弥陀佛，
随后，他拿出去年从你手上抢走的青铜战剑和玉简。经贫僧鉴定，此剑与我佛无缘，此玉简所记功法也绝非魔道功法，施主可放心使用。你绷不住了，笑出了声。不是，秃驴，你这也太怂了，我和剑主又没什么交情。和尚微笑不语，一副了然的表情。你涉世新到手的储物戒指，眨眼间便将玉简收了进去，十分好用。对了，我叫陈毅，你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真聘，是西凉金刚寺未入寺弟子。金刚寺你知道是五域八大宗门之一，可未入寺是什么意思？话说西凉那边是不是有很多邪教？你好奇的打听着，困在淬魂境太久了，不是点邪修的方法，这辈子估计是突破不了了。真聘摇摇头，施主莫要妄语，只是信仰不同。那就是有了，你和真聘约定，等问鼎大会结束，一同前往西凉。历时3个月，问鼎大会终于来到决赛。无极剑宗的天骄万剑一经过一番苦战，终是力压同代，夺得第一。无极剑宗作为获胜方，由剑主上前收取9州鼎，只是片刻后，他却大笑道：“我等为此物筹备问鼎大会，忙碌了1年，结果却只是得到一块大号板砖罢了。”众人好奇上前查看，你也去凑个热闹，伸手摸了摸9州鼎，冰冰凉凉的金属触感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忽然，你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背影，大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器灵去哪儿了？听着众人的议论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9州鼎的器灵不见了，没了器灵，9州鼎就成了一件死物，半点功能发挥不出来。看着模拟器里的信息，我有些懵了。9州鼎为什么让我看到大春呢？难道大春是器灵？洛丁村被屠一事十分古怪，数十名实力强悍的武者为什么偏要去屠一个全是农民的小山村？莫非也和大春有关？对方其实是要杀大春吗？不管了，下次模拟把大春带到9州鼎身边试试，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。模拟继续，第48年，66岁，问鼎大会结束，你和真聘结伴前往西凉。和尚，你们西凉最邪门的教是哪个？那当属圣火教了。这些异教徒崇拜火焰，入教仪式就是将自己全身烧伤，可谓癫狂。这帮邪魔外道必须清算掉，给我带个路，我去替天行道。圣火教由于教义太疯狂，在西凉这种宗教发达的地方都属于地下组织，要找到他们很不容易。好在真聘有办法，圣火教的人没事就自焚，为了忍受烧伤的灼痛，人人必备一种叫做清补凉的丹药，而且他们要的量极大。你们便蹲守在药铺观察可疑人员，你们一路跟踪，果真有教徒来接应这名采办，神神秘秘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。和尚，这圣火教里的人厉害吗？40年前曾是西凉的一流势力，一度和金刚寺分庭抗礼，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精锐和高层全死了，只剩下一些虾兵蟹将，连金身境都没有了。陈施主，我们直接动手吧，以你我2人之力，如今的圣火教应当不堪一击。谁说我要灭了他们了？我想加入他们来着，我也很喜欢火呀。你没看见我这满头红发吗？那都是亲近火神的结果。你劝走了真聘，独自一人进入圣火教。我要加入圣火教。好，你就是圣子了。你懵了？这什么剧情？升职这么快吗？你先尝试着融入他们几天，一丝一丝。但是这帮人太邪门了，天天不吃正经食物，把食物放进火里烧到碳化，然后就着火星吃下去。练功就是拿火在身上烧，一个个疼得龇牙咧嘴，但是嘴里却呼喊着火神在上云云。你常常因为自己太过正常而融入不进去，没几天你就图穷匕现了。教主大人，我的境界卡在淬魂巅峰很久了，听说咱们圣火教有办法突破境界，是不是？有的，圣子有的。你是淬魂巅峰？咋了？咱们圣火教现在连淬魂境都没有吗？你刚来，对我们圣火教的历史不够了解。40多年前那一劫，我教不仅高层和精锐尽失，功法也遗失了。没有了提升信仰的关键功法，我们提升修为很难。能不难吗？谁天天自残能变强啊？在教主的号召下，圣火教教徒全都汇聚过来，听说要帮你突破。一众教徒不仅没有丝毫为难，还十分热情，喊着你听不懂的口号。当晚，他们便用木炭拼凑起一座阵法。诸位兄弟姐妹，今日我等便燃我身心，助圣子突破修为，以盼我圣火教再次兴隆。全是传说中的献祭之法。你虽然心有不忍，但想到这是群邪教，留在世间也是祸害，能化作你突破的助力，也算他们为这世间做点好事了。焚我残躯，以救世人；燃我雄心，以壮火神。焚我残躯，以救世人；燃我雄心，以壮火神。他们重复着这句教义总纲，奇异的力量顺着阵法来到你身下。忽然，你动不了了，你身下那个炭火组成的简陋阵法化作一个囚笼，将你困在原地。哥们，你中招了呀！他们在分食你的元气呢。你恍然大悟，果然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。这场仪式要献祭的不是他们，是你。你瞬间暴怒，敢算计到我头上！你们这群异端，可惜就算你这么喊，异族清爹词条还是没能启动。但你还有底牌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万魂幡，百鬼夜行，仙气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浓郁的黑雾瞬间将整个法阵吞没。最高不过淬魂境的一群邪教徒，被万魂幡一个杀招放出上千妖魂，一轮爆冲，直接歼灭。你留了一个活口，正是那个教主。看着你完好无损的从万火式新阵中站起来，手上万魂幡酷酷冒黑烟，身后狰狞的妖魂盘踞。这位教主感觉你比他还邪门，失策了。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呢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让人突破金身境的办法？哼！教主嗤笑一声，从武道前境迈入中境，多少武道天才都过不了这一关。我们圣火教何德何能，能帮你突破？
那你没用。你刚准备宰了这家伙，忽然发现他的胸口露出了一个纹身，是一个火焰图案。你暂时停手，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个白色面具，问道：“这个图案和你胸口的纹身是同一个吗？”圣火纹当然是同一个。你一把抓住这家伙，将他提溜了起来。48年前，你们是不是去过中原，屠杀了一个叫洛丁村的村庄？圣火教主看你的眼神怪怪的，可他嘴很硬，不肯说。但万魂幡专治嘴硬。哟，可怜的圣火教主哟，你体验过极致的绝望吗？万魂幡散发出的黑雾可不是只能营造气氛的。当这些黑雾从圣火教主的七窍钻进去之后，圣火教主惨叫连连。火神，不要抛弃我，燃烧我吧，火神大人！你看他那痛苦到扭曲的五官，一度怀疑他可以当场苍枪登阶。我说，圣火教都沦落成今天这般田地了，还有什么隐秘说不得？火神会原谅我的。从圣火教主口中，你得知了当年屠村案的大致轮廓。圣火教并非主谋，说白了就是个打手，对付一个远在中原的小村庄，他们也没出动什么精英和高手，只是象征性的派出了一支执行任务的小队，然后联系上了他们在中原的分教组织赤心门，负责主要的行动。谁是主谋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还是不敢说？你以为圣火教是怎么衰败的？高层和精锐怎么没的？圣火教被灭口了。模拟到现在，屠村案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一层，怪不得赤心门的功法有很多火元素，原来是圣火教衍生出来的。可是谁在灭口？谁在指使圣火教？为什么要屠村？线索到这里又断了。这幕后之人绝对不简单，想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必然千难万难。先继续模拟吧，迟早能把人找出来。模拟继续，从圣火叫出来，老远的你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真聘。他站在树下，一颗光头反射着月光。阿弥陀佛。看来施主已经将那群异教徒清算了。你拍了拍衣服，一脸轻松惬意的表情，衣角微脏。第51年，69岁，你让真聘又给你介绍了一些邪门歪道。你在百毒教尝过令人肝肠寸断的毒药，痛得你1个月下不来床。突破失败，你把这些绝命毒师给清算了。万恶的异教徒制毒害人，天诛地灭，连他们的老巢也一并拆了。之后，你和和尚继续上路。之后，你来到万古教，按照他们的秘法，体验了一把蛊虫入脑的感觉。这份极致的痛苦，让你差点恢复不了正常智商。突破失败，你把这些养蛊大师给清算了。这几年，你也在研究玉简中记载的地阶功法，但你的悟性也一般，可以说毫无进展。为了不浪费这门功法，你把它分享给了真聘，想着他要是学会了，还能指导一下你。可惜，哪怕真聘比你悟性强一点，到现在也还没入门。不过，你觉得跟他注意力全在填饱肚子上有关？你又一次在邪教里搞得遍体鳞伤。陈施主，你都这个岁数了，突破了又有什么意义？具体意义你不方便给真聘解释，只说这是男人的约定。第52年，70岁，正在抽取词条。抽取成功，熟练度冷彩神话。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将不再需要悟性，只要你反复练习一门功法，达到提升其熟练度所需的次数，即可直接提升功法的熟练度境界。天道酬勤，操练起来吧。骚年，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熟练度替换了越老迈越幸运。你照着玉简上面的武学招式，对着空气比划。真聘见你一脸兴奋的样子，不明所以。陈施主，是不是脑子又出问题了？早就跟你说了，邪门歪道不要一直尝试。和尚，你说的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碰那些邪门歪道了，我要好好练武。陈施主真是个多变的人，土埋半截了，志向又变了。你想通了，这把模拟境界突破不了就算了，至少能用熟练度词条把功法的境界都给拉上去。当你练到第99次的时候，其实你依然没学会这个武学，你只是在比划招式。但是当你练到第100次的时候，你忽然什么都懂了，直接入门。第62年，80岁，正在抽取词条。抽取成功，百毒不侵。史诗。你的毒抗极高，世俗寻常毒药对你无效，特殊毒性如丹毒、妖毒、功法毒等毒性大幅衰减。是否调整词条？你用百毒不侵替换了灵机一动。真聘要云游大陆，这是他中年时看破红尘后定下的目标。你要寻找地脉，所以你们2个无业游民正好一路结伴，做了一对五域街溜子。五域很大，这几年你们也只是从西凉重新回到了中原。沿途你们遇到许多妖族，他们出现在人族腹地，袭击过往行人。中原境内有着大量人族高手，怎么会任由妖族作乱？你从樵夫口中才知道出了大事。妖族在青龙等4大妖族的带领下发动了全面战争，人族这边已经停止了内战，由无极剑宗带领。中原皇朝、南疆女帝、北元大汉都已参战，双方在2族的分界线苍穹岭对峙。在宣战之前，趁人族还未建立统一战线之时，妖族就派出了一股精锐，秘密潜入中原腹地，化整为零，召集中原各地分布的零散妖族，四处屠戮普通人。你们沿途遇到的妖幻就是如此形成的。师傅
不下了，哥们儿。你一路杀妖，妖魂多的来装不下了。你和真聘来到了神兵城，想给万魂幡升个级。没钱你练什么气？出去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地阶灵气价格昂贵，你又一次砍价失败。你失落之际，身后突然走来一名年轻人。我替他付了，数一下，这些灵石应该够锻造好几个地阶灵气了。剑主，好久不见，妖族克星，看到你身体还硬朗，我很欣慰。现在两族大战，你不应该在苍穹岭前线吗？干仗也不是天天都打，双方都要喘息的机会，我抽空离开的，特地来找你。剑主大人特地来找我，我这何德何能啊？你不会是来放贷的吧？那这灵气我不要了。你太幽默了，那些灵石是我送你的，你若能有个趁手的兵器，对于接下来我拜托你的事也会很有帮助。接下来你和剑主详谈，原来他想让你挂帅出征，平定五域境内的妖患，就是那只在两族开战前偷偷潜入五域境内的妖族精锐。现在人族强者都在苍穹岭和妖族大军接战，内部空虚，而你妖族克星正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剑主请你挂帅出征，领军平定妖患，你将作何抉择？一、姜子牙80岁出山，老夫也可以80岁出征。二、一把年纪了，不想再打打杀杀了，让我安享晚年吧。三、我也想出征，但只恐实力不济，不知剑主可有办法助我突破境界？堂堂剑主，不远万里请我出山，实为百姓安危所路。我要拒绝了，我还是人吗？你选择了三，模拟继续。剑主大人啊，实不相瞒，见天下百姓为妖族所害，我痛心疾首啊。可我区掬淬魂镜，实力不济，难堪大任啊。和尚在一旁看着你表演，还配合着叹气，一副痛心的样子。你的确卡在淬魂镜很久了，低阶根骨要突破金身，千难万难，非大气运者不可为。是啊，想必像我这样的，在你们无极剑宗也没有机会突破吧？剑主轻笑一声，倒也未必。你嘴角比 AK 还难压，此话何解？剑主从储物腰带里取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桃子，此乃剑心仙桃，源自剑心神树，300年一抽芽，300年一开花，300年一结果，一次只结这么一颗剑心仙桃。如此宝物用来给你突破金身境，属实有些浪费了。在剑主鼓励的目光下，你吃下剑心仙桃，困扰你数十年的境界瓶颈立刻松动，体内灵气自行运转，当场就突破了金身境。剑主不能久留，得赶回前线。当天在神兵城城楼上，剑主向天下宣布了你斩妖大元帅的身份，便起身返回苍穹岭。半个月后，炼气阁送来了地阶万魂幡，剑主交付的灵石也被原物退还了。这怎么使的？你嘴上推辞着，顺手已经把灵石收进了储物戒指。元帅为人族而战，一件灵器算什么呢？你有什么尽管吩咐，全免费。那你可就不客气了，让炼气阁又为你打造一艘战船，方便运送大军。这些天来，已经有不少武者慕名来投，要随你一同肃清五域妖魔。终于到了出征这天，你率领10万武者，驾起100艘飞舟，浩浩荡荡开始了五域除妖行动。这是你出山的第一站，你率领大军与妖族精锐在黄沙岭碰面，两方摆开阵势，要好好斗上一场。这时，对面居然出现了一名老熟人。妖见愁，他怎么还活着啊？完了，快跑吧！这魔鬼杀妖不眨眼啊！妖族中不乏胆大的，一头领海境的牛妖跃众而出。区金身镜，把一根指头就能碾死他。碎星波动指，这门地阶功法已被熟练度系统提升到圆满境界，在一族最严厉父亲的加持下，仅仅一指，那牛妖连渣都没剩下。老元帅真强啊！废话，这可是剑主推荐的斩妖元帅，跟你闹呢。可他那幡怎么回事？看着像万魂幡啊！笨蛋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那是降魔幡。第65年，83岁，耄耋之年，你挂帅出征，统领灭妖军，脚踏云顶飞舟，纵横五域。因为你年龄很大，所以不少灭妖军将士直接称呼你爷爷，莫名其妙多了一帮孙子，你感觉也还不错。第66年，84岁，灭妖军一路高歌，杀得五域妖族闻风而逃。被逼到绝境后，妖族也开始了反扑。在一场驰援几周的战斗中，真聘为救一群百姓，遭到几只凝神境大妖偷袭，一时没能挺过去。老和尚，你给我挺住！丹香谷的灵药马上就到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就要去见佛祖了。这是好事，元帅无需悲伤。真聘带着安详的表情，双手合十，去追寻他心中的佛了。那一日，灭妖军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愤怒。他们的老元帅赤裸上身，独自一人杀入袭击冀州城的群妖之中，手撕一切。真聘死后，你的话少了很多，一种熟悉的空洞感日渐上涌。你知道，这是大限将至的感觉。启禀元帅，3日前，妖族袭击了元阳矿脉。经过几年的交战，你发现妖族居然会使用兵法了，不再像以前那般横冲直撞，而是攻击灵石矿脉，断前线大军的补给。妖族用兵法，你也可以用，你比他们还略胜一筹。你用3条金石矿脉作为诱饵，欲擒故纵，不断诈败，引诱对方主力集结。妖族不断深入，终于落入你的包围网。你也见到了指点妖族兵法的高人，居然又是个熟人。风雨城，你投靠妖族，一点也不奇怪啊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灭妖军大元帅，
竟然认识我这无名之辈。王平将军，帮我看一下此人的修为。王平是你帐下将领之一，拥有凝神境的修为，所以他有神识。他应该是金山3重。哟，比我还高2重呢，杀了他！你不打算对风鱼城出手的，因为风鱼城是人，一族亲爹词条无法生效。就算你功法熟练，战斗力不弱，也没必要冒险。这不还有手下呢？混战之中，王平坚决执行你的命令，找到了风鱼城，对他穷追猛打。然而绝境之下，风鱼城变身了，背后长出一对肉翅，黑色的鳞片布满全身，看着格外丑陋。变身后的风鱼城战斗力爆表，和一群凝神境妖族打得王平等将领节节败退。看到这情景，你笑了。你说你好好的人不当，当什么怪物？那就别怪我拳头硬了。你冲入战场，所向披靡，气吞山河。这一战之后，妖族精锐被全歼了。陈毅，妖族已败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绝不回五域。做梦！你这人奸！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为了变强。你也是低阶根骨，难道你理解不了吗？我理解你妹！说着，你举剑动手，风鱼城转身想跑，被你一剑砍断尾巴，踉跄倒地。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！去阎王殿忏悔吧！你刚打算了结风鱼城的性命，蜘蛛感应忽然一跳，危险来自身后，你侧身闪避，刚才那条断尾擦着你的肩膀飞过。陈毅，你完了，这局是我赢了。你的尾巴有毒。当然，这份毒才是我最大的杀手锏。方才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让你上当罢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机缘，我抓住一切，舍弃了人族的身份，才有今日的力量。风鱼城得意洋洋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，炫耀着他的这份力量。笑了足有2分半钟，他突然意识到不对，你怎么还没倒下？回应他的是一道森冷剑光。我可是番茄资深用户，什么毒没尝过，这点剧毒算什么？打完这一战，你感觉有些累了，终究是寿元将近了。小蛙，问你个事。啥事儿啊？在我遇到你之前，你在哪？麻烦精确到日子，最好还有当日的时辰。那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？大概是在红原县那边溜达。你听着万魂幡回忆，将这些用过目不忘牢牢记住。渐渐的，你感觉身上的气力都被抽走了，眼皮开始变重。该走了。在你即将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恍惚间看到一抹倩影向你奔来。舅舅，你醒了。思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傅让我来的。师傅，你师傅是谁？南疆女帝李灵月。你师傅他还好吗？师傅他死了。死了？她不是女帝吗？不应该很强吗？怎么会？沈思清向你说起苍穹岭那边的战士，何止是女帝，就连人称五域第一强者的剑主，在一剑斩3组后，也耗尽生命力而亡。战争至今仍未结束，双方的顶尖战力拼完了，开始拼高层，高层拼完了，还有中层，最后是底层，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。这一战没有赢家。舅舅，这是师傅给你的，陈郎亲启，对你，我就不用震了。明日我与剑主设下的计谋就要实施了，能否攻城，在此一役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所以写下这封信，希望沈思清能交到你手上。多亏了剑主，让我知道了你如今是谁，在哪。寻你半生，终于找到了你，却不知有没有机会再见。从信中，你知道了李灵月的一生。她到了南疆后，逃婚、跳崖、奇遇，统一南疆，反攻中原，随剑主对抗妖族。恍惚间，你又见到了那绝世容颜。她穿着凤冠霞帔，在万丈圣光中与你重逢了。我此生来过，战过，虽未尽全功，但已无愧于心。你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听到了这一世最后一道声音，那是军帐外的灭妖军将士们。模拟结束。模拟评价：东荒西凉跨中原，斩妖除魔万魂幡。耄耋挂帅位乃班。五域平定老陈言。